凌家170口，一夜之间全没了。哥哥，哥哥救我！哥哥！奉兵部军令，北敌犯境，国难当头，陛下仁德，特开天恩。奉兵部军令，北敌犯境，国难当头，陛下仁德，特开天恩。凡死囚无论罪责，皆可编入起活营，赴北疆前线，戴罪立功。营规只有一条：向前杀敌，怯战者斩，后退者斩，违令者斩。累计久战不死者，赦其一切罪责，赐还自由身。久战不死，是把咱们当猪狗，赶到前线去送死，用咱们的命去耗北敌人的刀吧。留在天牢，秋后问斩，绝无生命。入起活营，九死一生，尚有一线生机。如何抉择？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愿意去的，吃饱，换上衣服，即刻出发。妈的，老子受够了这鬼地方！我去！与其在这里烂掉，不如出去拼一把！你呢？去，干嘛不去？老子这身力气砍北敌蛮子的脑袋，总比在这水里泡蛆强，说不定还能砍几个狗官垫背。凌云，前镇北军少帅，你是留是去？我去。自己找合身的穿上，兵器一人一件，能不能找到顺手的，看你们自己的运气。娘的，这破刀砍柴都嫌钝。喂，那小子，你不要？还以为自己是少帅呢，挑挑拣拣，有的用就不错了。凌少帅，久仰了，凌家已无少帅。虎嗣出于铡，归玉毁于渑中，是谁之过矣？这起活营是死地，或许也是棋盘，就看执棋的人是谁了。都他妈给老子快点排好队！记住，从现在起，你们就是起活营的人了。你们的命不属于自己，属于朝廷，属于前线。本官姓张，是押送你们去前线的校尉。这一路，谁敢逃跑，格杀勿论。不过，在到达前线之前，你们还需要一点训练。从这里到北疆，路途遥远，正好让你们这群废物重新回忆一下什么叫规矩，什么叫杀戮。出发！看，是死囚！天啊，怎么被放出来了？听说是去北边送死。呸！一群渣子，死了干净。妈的，就这么点东西，喂鸟呢？就是，这点东西怎么走到北边？老东西，吃那么多也是浪费。
喂，姓林的，哪敢破枪当宝贝？给老子看看！你敢动手？我的枪饮过血，下次饮的就是你的血。继续走。前方5里有一处废弃驿站，加快脚步，今晚在那里扎营。进去，各自找地方休息，不许生火。违令者，鞭笞而食。北敌的叶不来！来呀，北敌狗崽子！爷爷送你们回老家！后院马厩有粗草，火用火！雷暴，掩护我！火攻之策，灵兄当机立断，佩服。清点人数，救治伤员。昨夜之战，尔等奋勇杀敌，本官会据实上报兵部。你叫什么名字？原任何职？醉囚凌云，前镇北军游击将军。凌云，好，从今日起，这起火营暂由你统领。编伍行军扎营，一应事宜，你自行决断。到达前线之前，我不想再看到昨夜之事。凌云，领命。想活命的，从现在起听我号令。莫先生，劳烦你清点一下我们还能用的物资，尤其是药品和食物。分内之事。雷暴，带上几个伤势轻、力气足的兄弟，把能用的兵器、皮甲都收集起来。北敌人留下的弯刀、弓箭，尤其不要放过。好，这事儿俺在行。都麻利点，别磨磨蹭蹭。石匠，看看有没有能用的车架，或者能找到材料临时修补一下。我们需要运载伤员和物资。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一个等着杀儿的将军，指挥一群等着送死的囚犯，真是天大的笑话。凌统领，此地不宜久留，北敌赤贼可能去而复返，我们必须尽快出发。明白，给我们半个时辰处理伤员，整理行装。
什么意思？就给我们吃这个打发叫花子呢？奎爷，就剩这些了。放屁！姓凌的，你是不是把好粮食都扣下了，给你那几条忠心的狗吃了？王奎，你他妈放什么狗屁！墨尘，把袋子打开，让所有人都看看。所有的食物都在这里。奎爷，咱们真就这么跟着他走下去？眼看粮食一天比一天少。就是，姓凌的装的人模狗样，还不是把咱们往死路上带？急什么？这才刚开始。前线，嘿嘿，老子可没打算真去给那些官老爷当炮灰。奎爷的意思是，往北是死路，往南可就不一定了。想走，可以，把命留下。姓凌的，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别忘了，咱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逼急了，谁也别想好过。奎爷说的对，大家一起冲出去！不信他们几架破弩能拦住我们所有人。凌兄，不宜硬拼，伤亡过大，与后续路途不利。王奎，我再说一次，想走，可以，放下兵器，脱下号衣，自废一臂，我准你离开。自会一臂，凌云，你以为你是谁？皇帝老儿吗？老子！我刚才说的条件，你没听清。凌统领，饶命啊！求您看在大伙都是死囚的份上，饶了我们吧！好，凌云，你狠，老子认衰。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王奎，鞭笞30，其余从犯鞭笞20，由雷暴行刑。所有人观刑，以此为戒。再敢有叛逃、内讧者，无论首从，立斩不赦。行刑！1、2、3、4、25、25、军法执行完毕，此事到此为止。记住，下次没有鞭子。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酋长，图纸尚可，若能挖掘壕沟，设置巨马，或可抵御小股骑兵冲击。时间紧迫，只能应简就简。石匠，你带一队人负责砍伐树木，制作简易的巨马和陆雷。
莫先生，劳烦你规划营地范围，标示出壕沟挖掘路线。统领，俺带人去挖沟。好，注意警戒。这3颗，这家伙砍树的架势像是在雕木头。上游取水，下游洗树，不可混用。大眼之数50，其用40有9。统领，莫先生，请您过去，说有话说。大凶之兆，前面是死地，是后面也是死地。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过来。昨夜星象大凶，前方是死地，也是我等唯一生机所在。我等是什么人？死囚、矿奴、逃兵、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得赦免。昨日是溃兵，就是等死，但今日这条壕沟，这排巨马，这个营地是我们自己建的。死地里面有河有林，有野兽有活路，向死而生，方能与死地闯出活路。每一个人，每一铲土，每一斧，每一滴汗，死囚亦是人力，亦是可挽天晴之力。冲啊！燕区，咋了？东北方向5里外，大量马蹄印超过200骑，蹄贴新的，马粪还是热的，朝我们这边来的。燕骑报，北面5里外200骑，朝咱们这边来了。200骑，我们不到200人，慌什么？带你的人把巨马拖到官道入口呈半圆布设，能不多密不多密。石匠带人将板车杂物堆到巨马后面，加固防线。莫先生带伤员和不善搏杀者退入丘陵背面乱石滩，寻找掩体。都聋了！统领说了，把巨马拖过去。1、2、1。搬杂物。巨马后面板车前面中间那层，这里把能挡马的东西堆上去。有劳张校尉带你的人持弓弩于丘陵侧翼占据高处，侧影正面射马匹。其余能动的人以壕沟为依托，持长兵者在前，弓弩在后，准备接敌。冲啊！进来的往最里面走，把路让开。石匠东段溃了，弓弩向左移，封住那个方向。
堵住，给老子堵住！结阵，向我靠拢，长枪在外，短兵在内。枪手跟我走，排成尖刀，捕手跟在枪手后面，箭头扫乱。大人，再冲一次就能。他们靠的一口气冲不散这口气，再多的人也是松。收兵重整队列，等他们那口气散了再来。大人为什么突然撤兵？只要我再冲锋一次，那道防线就碎了。打仗靠的是战术，你带一队走侧边，慢慢绕过去。他们后面的乱石滩只有伤兵，从后面捅一刀，前面这群人自己就散了。统领不对劲，你看他们的旗帜和号角传递的讯号，他们在分兵。妈的，这帮狗娘养的想抄我们后路！全军戒备。统领，我看见燕骑跟着那支迂回的骑兵摸过去了，要不要派几个人过去接应？不用，我们正面人手不够，北敌随时可能第二波冲锋，只能相信燕骑。继续前进。敌机，敌机，下马，搜！两人一组，散开搜索，别走远。不要分散，靠过来，靠过来！不是弓箭，是暗道，那个影子还在附近。大人，西面有埋伏，我的人死了10几个，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捉着，我只好撤了。原地休整。没想到一群散沙里还藏着不少高手。他们不会马上再攻。我在西边的灌木丛里听到了百夫长和10夫长的对话，他判断正面强攻伤亡太大，想走侧翼迂回，被我截了。他撤是因为摸不清这边到底藏了多少人，不是打不过，但他一定会回来。短则1、2天，长则3、4天。他是百夫长，回去后重新判断，调战术，再杀回来。辛苦了。所有人快速打扫战场，恢复体力，天黑之前撤出这里，找安全的位置扎营。娘的，真他娘的痛快！经此一役，军魂出驻。统领，吃点东西吧。莫先生，我们还有多少人？能战者376人，重伤者41人，轻伤。张校尉那边呢？
士气尚可，但已无力掌控局面。令兄，经此一役，军心可用，但蛇无头不行，鸟无翼不济。我们需要更明确的规矩了，不能再是一窝蜂的冲杀，须得明确编制，各司其职。雷暴勇猛，可为风许；石将沉稳，可长气息；燕妻可为暗刃，还需明确赏罚，如此方能发挥最大战力。先生所言极是。统领，你来看看，这帮兔崽子得了新家伙，手痒得很。想练可以，从明日起抽出一个时辰，由雷暴负责操练刀法根基，石匠负责教调弓弩使用，练得好有赏，偷奸耍娃严惩不贷。好，这事包在俺身上。目光顺着箭杆延伸，心要静，手要稳。没吃饭吗？手臂抬平，腰杆挺直。你对，就是你，刀要握住。那是你婆娘吗？软绵绵的。奎爷，这姓林的还真有两下子。哼，装模作样，真到了战场上花架子顶个屁用！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打破这一切。禀统领，前方10里发现大量溃兵痕迹，看衣架是我朔朝边军。据溃兵所言，落霞关3日前已失守，北敌主力正长驱直入。竟然已经失守了。之后再探扩大范围，尤其是东西两侧，探查有无小股溃兵或者北敌游击活动的迹象，注意辨别溃兵所言真伪。得令。全军戒备，原地休整，等待进一步消息。到处都是，北敌人好多，骑兵见人就杀。慌什么？林兄，溃兵所人若属实，局势已危入楼河，我们必须立刻改变计划，前往原定地的汇合点已无意义，那是自投罗网。传令，改变行军路线，不再向北，我们向东南进山。统领，进山？山里能有啥？咱们不去打北敌马子了？林兄，东南方向确实群山连绵，但山势险峻，道路难行，且人烟稀少，补给困难，入山恐非长久之计。林统领，我等奉命前往前线，如今擅自改变路线，乃是违抗军令，形同叛逆啊！是啊，统领，咱们可是起活营，是去前线杀敌赎罪的，这往山里一钻，算什么？当山贼吗？打？拿什么打？落霞关数万边军精锐尚且城破人亡，我等数百残兵，装备简陋，疲惫不堪，正面撞上北敌主力，与送死合意，违抗军令。张校尉，落霞关已失，你我所知的前线何在？兵部可有后续指令？朝廷可还记得我们这支起活营？至于进山，不是当山贼，是寻活路。北敌铁骑纵横平原，所向披靡，但其大军入山，则威力大减。山中必有溃散的边军弟兄，避祸的百姓，甚至可能还有朝廷未能组织的抵抗力量。我们入山，一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二为联络残部，收拢力量；三为熟悉山地，以待时机。这才是真正的起活之道，比盲目的去平原上送死更有价值。又让他搬回来了。可是统领，我们对山中情况一无所知啊。莫先生，你精通堪舆，沿途需你多多留意地势，判断方位路径。是。燕七，赤水队前出探路，务必小心。明白。这鬼地方跟外面简直是两个世界，冷得邪乎。加把劲儿，加把！他娘的，这鬼地方！凌兄，据此地山势与水脉判断，我们应处于黑云山脉西北之脉。若要寻找可供休整且有水源的古渡，恐怕还需向内深入，至少1日路程。
传令，原地休息1刻钟。注意，饮水节约，山中水源未必尽兴。是个机会，去找几个信得住的，告诉他们，姓凌的这是要把大家带进绝路。这山里鸟不拉屎，没吃没喝，迟早困死饿死，还不如……前方3里发现一个废弃的山民村落，规模不大，但近期人活动的痕迹不是山民，脚印杂乱，有兵器脱弹的印记，数量不明，约20-30人。溃兵、山贼、北敌侦察小队，全军戒备，缓速前进。雷暴，带人护住2翼。燕七，再探，务必弄清对方身份和意图。警戒。熄灭不超过半日。看见没？这鬼地方肯定有埋伏，姓凌的带咱们来送死，等会儿打起来。雷暴，带一队人随我进去。石匠，带弓弩手占据外围制高点掩护。万先生，你和伤员以及其余人留在原地，保持戒备。明白。是。有人刚走不久，痕迹很新，东西收拾得很匆忙，但不像是溃兵或山贼的作风。之前驻扎的是一支被打散后仍保持着纪律的小股硕朝军队，刚离开，很匆忙。凌兄，你看那里。警戒，最高警戒！他娘的，北敌狗崽子！安静。伤口干脆利落，皆是要害受创，老手所为。刻字的工具是弯刀刀尖，用力极深，示威也是挑衅。尸体上有微针，血迹未完全凝固，他们死去不超过2个时辰。石匠在，带你的人立刻占据村庄内所知制高点和视野开阔处。是。弩箭上弦，没有我的命令，不得轻举妄动。雷暴，带你的人以这间食物为核心，依托残垣断壁构筑环形防线，将所有伤员和物资转移进来。快！班长外，请守卫，伤员往里面抬。扩大搜索范围，重点探查村落外围所有出入口，尤其是马蹄印和大队人马行进的方向，找出他们来了多少人，往哪个方向去了。要快！他们留下标记，可能是在试探，也可能是在标记猎物，等待主力前来围猎。我们时间不多，必须在他们引来更多人之前闹清状况，决定下一步行动。咱们怎么办？北敌人好像就在附近。慌什么？越乱越好。告诉弟兄们，等会儿万一打起来，看准机会，别傻乎乎的往前冲，保住自己的命要紧。如何？东北方向约5里外，发现马蹄印约30起，他们并未远离，而是在一处山坳被封处临时休整，生了篝火。雷暴，石匠，燕七，随我来。30起装备精良、警惕性高，位于5里外山坳。他们生火休整，烧炭外放，显然是在等待。那还等啥？趁他们生火吃饭，防备先行。俺带兄弟们摸过去，砍他娘的！不可，此地被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狭路可入。对方既有哨探，我们大队人马靠近，必然被发现。一旦被堵在狭路之中，骑兵一个反冲锋，我等便是瓮中之鳖。莫先生所言极是，强攻不可取，而且我们不知属他们是否还有后续联络手段。一旦不能全灭，走脱一人，引来更多敌军。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干等着？燕七，若只你一人，或带3、5好手趁夜色潜入，不求全歼，只求制造混乱，分期粮略精其反马，射杀其首领，有几成把握？4成。若石匠能提供强弩掩护撤退路线，可增至5成。我可以带人在他们撤退路径的预设伏击点布置弩阵，阻截追兵。
5成，够了。燕七，你自行挑选人手，需要什么装备，尽管开口。记住，目标非是杀敌多少，而是制造最大混乱，让其失去继续追踪监视我们的能力，一击即走，不可连战。明白。石匠，你立刻带人跟随燕七指定位置设置弩阵，务必隐蔽，待燕七信号才可接应。你的人立刻休息保时，但不解甲，刀不离手。放心吧，统领，俺小的请重。莫先生，营地就交给你了，稳住人心，尤其是王奎那些人。林兄放心，墨尘明白。奎爷，他们这是要去摸北狄人的营寨，这不是找死吗？走吧，都走吧，最好你们一个都回不来。撤！记下他们的功劳，阵亡者后续。多谢统领，干得漂亮！奎爷，他们居然成功了！闭嘴！成功，哼，不过是侥幸，惹怒了北狄人，等着被大军绞杀吧。燕七，确认对方没有追击迹象。暂无，山坳方向仍有骚动，但未见组织性追击。林兄，夜袭虽胜，但已打草惊蛇。北狄人吃了大亏，必不会善罢甘休。此地不可久留，我们必须在天亮前立刻转移，向山脉更深、更险峻处进发，彻底摆脱他们的追踪。立刻埋锅造饭，让弟兄们饱餐一顿。半个时辰后，拔营出发。目标：黑云山脉深处。统领，再这样下去，不用北狄人追来，咱们自己就先饿死在山里了。我知道，莫先生正在寻找可能有水源和猎物的古渡，再坚持一下。看见了吧？姓林的带着大家走进了死路。他说进山是活路，活路在哪儿？粮食快没了，马也快死光了。他是想把咱们最后一点利用价值插关，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把咱们扔在这山里。奎爷，那咱们怎么办？等大家都饿得受不了的时候，这队伍谁有吃的，谁就是爷。水！别喝，水有毒！水被矿毒污染了，快催吐！石匠，看看我们还有多少解毒的草药。统领，之前收集的草药本就不多，大多用于治疗外伤，解毒的几乎没有。喝了多少？除了腹痛，还有何感受？就喝了2口，肚子像刀绞，头晕，浑身没力气。出来就没事了，按住他，别让他咬到舌头。不能喝，那水有毒。英雄，快来看！此水干裂，应是从更深层的岩脉中渗出，未受表层矿毒污染，量虽极少，但或可救命。快收集这些水，小心别混入旁边的毒水。
还能动的，搀扶伤员，收集所有能用的水。我们离开这里，继续向前。烟火气，前面有人家。所有人原地等。雷暴，看好弟兄们。墨尘、石匠，跟我来。统领放心，哪个敢动，俺脱了他。老张，诸位乡亲，我等乃北疆流落至此的旅人，绝无恶意，只因山中迷路，粮尽水绝，多有同伴伤病缠身，望启贵地能行个方便，容我等稍作休整，讨些清水食物，救治伤员。我等愿以劳作或随身之物相抵，绝不敢白受恩惠。你们从北边来，北狄人打过来了。是，落霞关已失，北狄铁骑南下，我等逃难而此。山里规矩，不纳外人。你们人多，我们寨子小，容不下，也供不起。老丈，我等深知山中清苦，只求暂借一隅之地，取些清水。若能施舍些果腹之物，或指点些疗伤草药，便是天大的恩情。北狄凶残，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若其尤其探入此山，贵寨恐也难以独善其身。我等虽落魄，却尚有几分力气，或可助贵寨共御外患。我是此寨寨主，姓韩，你们可以暂时留在寨外那片河滩上，不许靠近寨墙50步内。我们会给你们一些清水和应急的草药，但粮食我们自己也不宽裕，只能分你们一点山薯和蕨根粉。至于共御白狄，等你们证明了自己的诚意再说。多谢韩张主，大恩不言谢，凌云谨记于心。雷暴在，约束好弟兄们，绝不可与山民发生冲突。取水、捡柴需在指定区域，不许惊扰寨民，更不许擅动寨子周围一草一木。违令者，军法从事。统领放心，哪个兔崽子敢扎刺儿，俺先剁了他的爪子。凌统领，还有何事？韩赵主元首之恩，凌云与麾下弟兄没齿难忘。我等身无长物，唯有一些破损兵甲，虽不堪大用，但或可交由寨中匠人修复，聊作防身之用，也算是我等一点心意。另外，我这位墨尘兄弟略通文墨，将我们沿途所见北狄游骑的动向、战法略作整理，或许对贵寨防范北狄有所助助。凌统领有心了。漏水了，快救火！韩招主，若信得过，让我的人帮忙救火，我们人多。好，有劳。赵正，雷暴石匠，带上所有能动的人，取我们所有的皮囊头盔，去瀑布取水。快，注意秩序，不许惊扰寨民，一切听从韩招主的人指挥。得令。凌统领，这份情我黑云寨记下了，把这些都收起来吧。今夜我会让人再送一批山枣过来，明日若你们愿意，可以派些人随我们的列队进山。多谢韩张主。凭什么？阿木是寨子里最好的猎手，熟悉山里每一处兽径和水源。你们跟着他多看多学，少说话。有劳阿木兄弟，有劳韩寨主。都给老子听好了！进了山，眼睛放亮，手脚麻利，一切听列队头领的。谁敢坏了规矩，惹恼了山民兄弟，回来老子剥了他的皮！走。莫先生，可曾见到王奎身边那几人？早晨分发局跟胡氏还在，之后便未曾留意。尹七，盯紧王奎那边，尤其是他手下那几个人。按这上面所说，北狄人的爪子已经探到黑风岭一带了，离咱们这儿快马加鞭不过1日路程。看来北边的局势比我们想的还要糟。这群人确实和北狄人真刀真枪的干过，了解他们的路数。寨主，他们昨日救火，今日又派人随猎，看似规矩，但终究是外人，人数众多，留在附近终非长久之计啊。我晓得，再看看吧。若他们真能安分守己，甚至能成为抵御北狄的一份力量，对我们黑云寨而言未必是坏事。这世道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统领，瞧见没？够弟兄们好好吃一顿了。好，辛苦了。石匠，立刻处理猎物，按之前定下的规矩公平分配。是。竹竿与另外2人午后借口去林中深处解药，离开营地约半个时辰。他们在西南1里外的四边，用石头和树枝制作了记印标记。标记？何种标记？竹竿与另外2人午后借口去林中深处解药，离开营地约半个时辰。他们在西南1里外的四边，用石头和树枝制作了记印标记。标记？何种标记？粗糙，但指向明确，是朝着黑云寨的方向，似是一种联络或示警的信号。继续监视，切勿打草惊蛇。我倒要看看他这出戏打算怎么唱下去。
娘的，那家子根本不是猎野兽的，藏得又阴又毒，像是专门对付人的。这不是我们寨子的东西，看做工和锈迹，像是北狄人常用的狼甲。此地已是黑云山脉腹地，若北狄真奇已活动至此，其渗透程度远超我等预估。黑云寨恐已在其侦查范围之内，看来你我双方的麻烦是同一个了。野猪沟地形，贵寨可熟悉？略知一二，但那里并非我寨传统猎场，地势险恶，多有毒虫瘴气。北狄真奇即已出现，绝不会仅有一处，须得尽快摸清其活动范围、人数多寡，否则我等皆如盲人夜行，危在旦夕。凌统领有何高见？愿亲率一支精练小队沿河谷向西探查，3日内必有回音。可否由我派人与贵寨猎手组成联合斥候队，再探野猪沟及周边区域？我这位燕七兄弟精于前行侦查，或可一用。好，就依凌统领。阿木，你挑几个好手，配合燕七兄弟行动，务必小心。去，把我们准备好的礼物送给该收到的人，要快，趁他们注意力都在北狄蛮子身上。统领，王奎那边有动静了，这是在竹竿长须的那片溪流下游一块石板下发现的，虽无文字，其意自明。王奎是想构陷我等有袭击山寨之心。东西扣下了，燕七队的人发现后，立刻替换了位置，放了一块相似的空白石块，原物在此，做得好。此时暂且压下，勿要声张，加强营地巡逻，尤其是夜间，重点监控王奎及其党羽，等燕七回来再行处置。确认是北狄真奇，50人，全是精锐。野猪沟深处有个天然石洞，他们把营地扎在洞里，外面设了3层暗哨。装备如何？每人配弯刀、短弓、吹弹，有鸽笼，至少6只信鸽。他们不是在游荡，他们在绘图。我看到了兽皮上的标注，画的是通往几个山谷和寨子的路线。他们的防御呢？营地依着石洞，正面强攻伤亡太大，但我们在悬崖上面发现了一条兽径，可以绕到他们侧后方，那里的哨位少，每隔半个时辰换一次岗。韩张主，这支北狄真气如果不拔掉，黑云寨危在旦夕。我起火应从悬崖上方发动奇袭，恳请贵寨在正面佯动牵制，同时封锁下山退路。你的人在悬崖上掉下来就没了，掉不下来。好，我黑云寨与你们共进退。汉奸，你带50名寨中好手听从调遣，务必全歼此旅，不能放走一人。是。燕七，你带20人，按其记录时鉴定兽径，前行至悬崖上方，以火势为号，发动突袭，务必制造最大混乱，焚其营帐，断其退路。是。回报韩坚，你2人率主力于正面谷口埋伏，待悬崖火起，敌军混乱之际，立刻发动佯攻，声势要大，将主力牢牢吸引在正面，但切记不可冒进，以牵制为主。统领放心，俺晓得。明白。石将，带你所有弓弩手占据侧面制高点，覆盖敌军营地及下山要道，压制敌军攻守，狙杀任何试图突围或传递消息者。是。前方是50北狄精锐，他们占据地利，手握通往我们生死的情报。今夜没有退路，唯有死战方能求生。燕七，在。你带20人按既定授路前行至悬崖上方，以火势为号发动突袭，务必制造最大混乱，焚其营帐，断其退路。是。雷暴，韩坚，俺在。在。你2人率主力于正面谷口埋伏，待悬崖火起，敌军混乱之际，立刻发动佯攻，声势要大，将其主力牢牢吸引在正面，但切记不可冒进，以牵制为主。统领放心，俺晓得。明白。石将，在。带你所有弓弩手占据侧面制高点，覆盖敌军营地及下山要道，压制敌军攻守，狙杀任何试图突围或传递消息者。是。莫先生，营地与伤员便拜托你了。凌兄小心，静候佳音。妈的，有埋伏！得手了，兄弟们，随我杀！出去投北都，才有活路！我朝你祖宗！凌云，勾结山贼，遇害我等弟兄们，别信他，随我走！雷暴，韩坚，
镇压内乱，革下黄埔，其余人随我强攻。黑云寨的向我靠拢结阵。举盾散开，找掩体。雷暴寒剑，别管叛徒了，向外冲击北敌营地左翼，把他们搅乱。跟老子冲！黑云寨的随我杀！黄小凌云，黄奎你敢！主干哪里走？拦住他！快拦住他！为什么？你明明可以带着他们逃。因为我姓林，林家没有叛徒。竹竿一伏诛，叛党尽灭，起火营黑云寨，随我杀敌！上前，瞄准军官，放！雷暴寒剑，补我2翼，保护统帅！追，一个不留！清理战场，收集所有能用的兵甲、剑矢、粮秣，尤其是信鸽，辨认我方阵亡弟兄，集中安置。带不走了，就让这黑云山的泥土陪着弟兄们吧。他们是为了活下去而战死的，不活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从今日起，起火营的弟兄便是我黑云寨的自己人。寨在人在，同生共死。雷暴，竹竿跟王奎的死忠已死，王奎现在肯定也知晓了，别让他跑了，先控制住，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私下解决掉，不要引起纷乱。好，我这就去。早就想一刀砍死他了，这种人留着就是个祸害。雷暴，你敢动我？我是朝廷要犯，凌云他……不，你们不能！我为大军出过力，我只是想活过去。你想活，他们可以想，我可以死。凌统领，老夫不得不说，你带出来的兵不一般。月前还是一片散沙，如今已初具强军风骨。韩寨主过誉了，是他们自己想活。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过灵芝宫北敌主力南下之势，恐难阻挡。天狼寨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天狼寨城高池深，守将亦是沙场老将，或能支撑一段时日。但我们不能将希望全然寄托于他人，必须尽快让黑云寨让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强。练兵与固防我们已在做，积粮方面，除了狩猎垦殖，或可派出小队寻隐秘商道，尝试与山外尚未沦陷的城镇进行有限交易，换取盐铁、布匹等必需之物。至于联友，黑云山脉广阔，想必不止黑云寨一处避野之所。若能联络其他山寨村落，互通生气，结成同盟，方是长久之计。凌统领所思，正是老夫所虑。山中却有其他几处寨子，平素少有往来，各有地盘。如今北敌压境，或许正是打破和习的时机。此事
需从长计议。统领寨主，派往北面的趁侯传回消息，天狼寨外围以县北敌游骑数量众多，攻势甚急。另在东北方向70外的雅泉附近，发现大队人马移动痕迹，看方向似是溃兵，数量不下1000人，正朝山脉腹地而来。上千人！若是成镇制的边军还好，若是失了镇制、饿红了眼的散兵游……韩寨主，请立刻加强寨子周边所有路口的警戒，尤其是东北方向。同时召集寨中长者与股，我们需商讨个章程出来。好，再探，务必搞清这支溃兵的详细情况，谁为首，请兵甲如何，士气怎样。明白。溃兵1000余，若是边军残部，尚有建制约束，或可沟通；若是彻底溃散之兵，饥寒交薄之下，与匪无异，危害更甚。我们需做两手准备。莫先生之言深合我意，但我以为尚需加上一条：择其精锐，去其糟粕。溃兵上千，粮肉不和，我等资源有限，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接收，需在接触中仔细观察。若其中有血性未明、听从号令、尤善战绩者，可吸纳其加入，增强实力。好，就依凌统领之方，前出设卡可控接触，择精去搏。罕见雷暴在，俺在。你二人立刻点齐150人马，前往东北方向20里处的一线山隘口设立防线，多备弓弩雷石，没有命令，不许任何溃兵越过防线。得令。石将，加紧赶制一匹简易巨马鹿赖，送往一线山。是。莫先生联络周边山寨，打探溃兵详情之事，还需你多费心筹划。分内之事。来了，他们来了，好多人，就在5里外。止步！再往前一步，各杀5连！都给老子安静！谁再敢往前骑，老子先剁了他！在下朔朝阴阳狼将沈全，敢问前方是哪位将军的部下？为何阻我去路？沈将军，此地已非朝廷管辖，乃黑云寨地界。我等并非朝廷官军，亦非阻挠将军实为自保。北敌破我天狼寨，屠戮百姓，我等败退至此，只为寻一处安身立命之所，休整兵马，以图再战。还请行个方便，容我等通过。他日必当厚报。说的比唱的好听，谁知道你们是来休整的，还是来抢地盘的？放肆！我等乃朝廷精制之师，岂是流寇山贼可比？朝廷？天狼寨都丢了，还有个屁的朝廷！住口！沈某明白，若贵寨能提供些许粮草，指明一处可暂时栖身之地，沈某立军令状，约束部下，绝不敢侵扰贵寨分毫。待探明敌情，筹集到粮草，我等自会离开，绝不久留。沈将军，这位是凌云暂掌此地防务。沈将军，你的提议我们可以考虑，但有几个条件。凌统领请讲。第一，贵部所有人需在一线城外就地扎营，未经允许不得擅入隘口半步。第二，交出所有兵器甲绢，由我方统一看管。第三，由我方派人清点人数，甄别身份，老弱妇孺可先行接入寨中安置，但所有青壮需接受整编调度，服从号令。第四，若北敌追兵至，贵部须为前锋，与我部协同作战，不得后退。不可能！要我阴阳卫缴械？做梦！凌统领，沈某敬你是条汉子，但此等条件恕难从命。我等虽败，却非俘虏，军人之魂在于手中刀枪。沈将军，你部还有多少可战之兵？多少存粮？能撑几日？若北敌追兵此刻遍地，你部以如今状态可能抵挡？你带着这些追随你的将士和百姓，是想给他们找一条活路，还是带着他们一起走向死路？放下刀枪不是屈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重新拿起刀枪砍将北敌人的脑袋。是选择抱着所谓的尊严一起死，还是放下包袱，带着更多的人活下去？将来用北敌人的血洗刷今日之耻，你如何选？弟兄们，放下兵器卸甲。将军，不能啊！我们宁死不降！都给我闭嘴！看看你们的样子，还能提得动刀吗？还能拉得开弓吗？北敌追兵就在后面，你们是想让身后的婆娘娃娃，还有这些跟着咱们逃出来的乡亲，都跟着一起陪葬吗？是还有机会重新拿起更好的刀，砍下更多北如狗的脑袋？抱着这堆破铜烂衣一起死，就是他妈的蠢货，是孬种！今日之辱，我沈全与诸位同担。他日若能用北敌之血洗刷此耻，沈全纵死无憾；若不能，黄泉路上沈全再向诸位弟兄赔罪。阴阳狼将沈全请降。这姓沈的是条汉子。沈将军不是投降，是合作。从今日起，你我便是并肩御敌的朋友。所有人听着，放下兵器非是尔等怯懦，而是为了他日更能勇猛的杀敌。黑云寨虽小，亦有一口饭吃，有一处地方让诸位遮风避雨。放下兵器非是尔等怯懦，
而是为了他日更能勇猛的杀敌。黑云寨虽小，亦有一口饭吃，但寨有寨规，从今往后需听从号令，严守纪律，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愿与我臣同力共抗北敌者留下，若有不甘者，现在便可离去。我赠3日干粮，绝不为难。沈将军，走吧，路还长。你瞎了眼啊！你自己没站稳，怪谁？肃静！我知道你们很累、很饿、很怕，但想活下去，光靠躲和逃没用。北敌人的刀不会因为你们放下手气就变钝。天狼寨已破，下一个可能就是这黑云山，我们无路可退。想活就得抱成团，就得有规矩。从此刻起，黑云寨内无论原住民齐活营，还是新来的沈将军所部及随行百姓，皆为一体，共遵3条铁律：一、绝对服从号令，令行不断，违者斩；二、严禁内斗私抢，互助互济，违者斩；三、怯战通敌者斩。莫尘由你总揽内务，即刻清点所有人员，按男女老幼特长技艺重新编册，所有粮秣物资统一调配，挨劳2需分配，设立医护所，全力救治伤员。遵命。石匠由你总管工造，带领所有工匠及可用劳力，加固寨墙，增建营房，赶制军械。是。雷暴、韩坚由你2人负责操练整合所有轻壮。原起活营黑云寨猎手沈将军部尚能战者，混编成伍。领命。沈将军，劳烦你从旁协助，将官军战阵之法融入操练。沈某义不容辞。燕七，斥候队扩大规模，由你统领，监控所有进出山路，尤其是北面。我要知道北敌主力的一举一动。领命。你踩老子的脚了？是你没站稳！老子在边关杀北敌的时候，你还在蹲大牢呢。蹲大牢？老子也是被这破朝廷害的！都给老子闭嘴！再吵就让何探跑10拳！莫先生，我等兄弟亦是每日操练，为何分到的口粮还不及那些敲卡打的匠人？寨中规矩，乃凌统领与韩寨主及沈将军共同预定。老子们在边关和北敌狗真刀真枪拼命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如今躲在这山里敲敲打打，反倒成了重中之重。我等弟兄饿着肚子，哪有力气操练杀敌？什么吵规矩的就规矩，想吃饱行啊！下次北敌狗来了，你照第一个冲上去砍下10颗脑袋回来，老子把俺那份口粮都让给你。赵对正觉得不公，认为厮杀汉不该比匠人吃的少。那我问你，若你手中战刀崩了口，身上皮甲破了洞，是你能空手挡住北敌的箭矢，还是能用胸膛去顶敌人的挽刀？匠人手中锤凿，啃食者手中锄头，此刻便是保卫我等性命的兵器。没有他们，我等就是赤手空拳，任人宰割。没有他们，北敌人一来，这寨墙便是纸糊的。是争眼前一口吃的，然后大家一起饿死战死，还是勒紧裤腰带，把力气和资源用在刀刃上，搏一个共同的生路？你们选哪个？凌统领是赵某糊涂了，凌统领所言而治理。日后若再有人因配给之事滋生事端，军法处置。我知道大家饿，但我们要分的不是眼前的这一口，而是我们所有人活下去的机会。今日匠人多分半块，明日或许就能多修复3把刀，多造出5张弩，在战场上就能多杀几个北敌兵，就能多救下几个弟兄的性命。燕七带回的消息确认了，这是从北敌黑狼卫探险身上取得的，他们活动的范围一至黑风岭边缘，距离我们不足50里。人数发现3队，每队5人，装备精良，配备双马，行动极其迅捷。燕七他们只留下了这一队，缴获了地图和这枚坚征，另外2队已向北遁走，恐已将我寨大致方位汇报。50里，对于黑狼卫的快马不过是半日路程，他们这是在明目张胆的踩盘子。黑狼卫出动，往往意味着大军即将行动，他们负责清除障碍，标记路线，刺探虚实。我们这里恐怕已经被盯上了。粮食按目前消耗，最多还能支撑半月。若缩减配用至维持生存最低限度，或可延长至20日。但届时人心士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北敌要来，我们挡不住；粮食不够，我们必须去取。去哪里取？这深山老林除了野兽，哪来的粮食？沈将军，你部溃退时，可曾留意附近有无北敌的粮草转运点，或者小规模的囤积据点？有。距此80里东北方向有一处地名鬼窟涧，地势险要，有一军堡名为琅琊堡。此前乃我军一处前沿哨卡兼物资中转站，落不久。北敌人若想深入山脉，极有可能利用此地囤积粮草军械，作为前进基地。消息可确凿？8成把握。我部溃散时，有斥候曾远远看见有北敌车队往那个方向运动，且鬼窟堰易守难攻，正是设立前哨基地的理想位置。好，就是他了。统领，你要去打琅琊堡，我们兵力不足，寨子还需防守，如何能分兵远征？况且那是北敌占据的堡垒，必有重兵扒守。不是强攻，是奇袭，是火中取炼。我们缺粮，北敌有粮，我们不敢久守，他们却需稳扎稳打。此消彼长，
与其困守鄂域，不如主动出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燕七，由你亲自带队再探鬼窟间，我要知道琅琊堡的准确守军数量、布防情况、换岗规律，以及运输车队往来的时间和路线。是。雷暴寒间，操练强度加倍，着重演练山地前行、夜间突袭以及小股部队的配合穿插。我们要练的是一把能悄无声息刺入敌人心脏的刀。石匠集中所有工匠，优先赶制番禺用的飞爪钩索，以及足够分量的火油和烟雾弹。我们要的不是占领，是破坏和夺取。是。莫先生、沈将军，寨子防务便拜托二位。放心，沈某必竭尽全力。北狄以为我们只会龟缩等死，那便让他们看看被逼到绝境的困兽獠牙有多锋利。琅琊堡守军约200，皆为北狄战兵，非老弱。堡寨依鬼窟墙天险而建，三面绝壁，仅正面一条陡峭石阶可通，易守难攻。堡墙高约2丈，设有箭楼4座，日夜皆有哨兵。堡内有一广场，疑似堆放物资，以油布覆盖，数量不明。每日黄昏，有一支约30人的运输队自东北方向小道而来，运送补给入堡，次日清晨离开，此为唯一可趁之机。30人运输队若能冒冲，或可骗开堡门。难，北狄军中口令信物乃至人员面貌，皆非我等所能悉知。一旦靠近，必被识破。那就强攻运输队，然后等着堡内守军居高临下把我们当靶子射，此路不通。堡墙并非无隙，燕七说三面绝壁，但绝壁之上可有哨位，绝壁与堡墙连接之处可有巡查。绝壁之上视野受限，未见固定哨位，连接之处巡查间隔约半炷香。石匠，你有办法攀上那绝壁？可是需特制钩索，选身手最敏捷者，夜间行动。绝壁虽陡，总有缝隙可借力。若能悄无声息上去数人，垂下绳索，好，就这么办。石匠，你需要什么寨中资源，任你决用，务必在5日内赶出足够且可靠的攀云工具。是。燕七，继续监视运输队，摸清详细路线，护卫配备交接流程越细越好。同时寻找绝壁上方适合固定绳索的隐蔽地点。明白。雷暴寒间，从全军中挑选100名最精锐、最悍勇、最擅长夜战与近身搏杀者，由你2人亲自带队进行针对性操练。记住，我们要的不是击溃守军，是制造混乱、焚烧粮草，速战速决。得令。沈将军，寨子防务便全权交于你负责，可否在琅琊堡方向制造出我军主力意图强攻的假象，吸引其注意力？沈某必不辱命。活着回来，带粮回来。敬此战。敬陪以待。那里有一处向内凹陷的岩岩，可暂时隐蔽数人，距离堡墙顶端约3丈。老石，看你的了。上。弟兄们，该我们了。按计划行动，以火起为号。上。什么人？守住垛口，接应下面的人。北狄狗，纳命来！石匠，粮草在哪个方向？那里，你带1半人挡住增援的北狄兵，其他人跟老子去收粮。好，火油快！呵，交替掩护，向堡墙缺口撤退。韩信，走！你们先走，我断后。走！老赵，石匠，你他妈别想！走，全军撤退！沈将军正在全力牵制，我们走。坚持住，老师，就快到了。老师，穿过前面那片乱石坡就是黑风岭地界了。叶七，追兵分成了2股，一股约50人紧咬在我们后面不到1里，另一股约30人试图从左侧山梁包抄，想板到我们前面去拦截。上那个坡，抢占制高点，一定要换石峰手带上下精进去。出来！依托岩石布防，弓弩手上前面，节省箭矢。打完了，我背你回去。弓弩手上上面，节省箭矢。放箭！
他走了，你不能也走！杀出去，与沈将军会合！琅琊堡的粮草，我们烧了。北狄人知道疼了，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66位弟兄留在了那里，包括石匠，他们用命换来了我们喘息的机会，换来了这些救命的粮食。告诉我们，北狄人不是不可战胜，告诉我们，只要敢拼命，就有一条活路。这笔血债记在北狄头上，也记在我们每个人心上。我们要变得更强，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血债血偿！报仇！从今天起，没有黑云寨，没有起火营，没有沈将军部，只有同生共死的袍帛，只有要向北狄讨还血诏的复仇者。谁若三心二意，谁若畏战不前，石匠和那66位弟兄的营灵在上，绝不轻饶！血债血偿！没吃饭吗？琅琊堡死去的弟兄在看着你们，就这点力气，怎么给他们报仇？快，再快！看场上北狄狗会给你传血的戏话！这里盘踞着数只马匪、山贼、逃兵、野人，其中不乏好手。统领是想收编这些人，这些人桀骜难匀，恐非善类。不是收编，是清剿或者吞并。琅琊堡一战，我们证明了有啃硬骨头的能力，现在需要补充人手，更需要磨砺这把刚刚见血的刀。野人谷的混乱正是最好的磨刀石。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在这黑云山脉，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野人谷形势复杂，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若处置不当，恐引火烧身。那就一把火把该烧的都烧干净。我们需要他们的粮食，需要他们的人，更需要用他们的血来告诉北狄，黑云寨不仅能守，更能攻。俺觉得行，正好手痒痒，那些杂碎早就该收拾了。偃旗在，野人谷交给你，10日内我要知道里面所有能叫得上名号的头目，他们的地盘实力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老师，我打算打野人谷，那边有人又有粮，你若在，该给我打一把开山刀了。统领在哪儿？谷内大小势力27股，能称得上头目者不下15人，主要可分为4类。其一，以溃兵为主，抱团取暖。最大2股，一股占据黑石达子，头目自称赵阎王，原是天狼寨一手城门族长，麾下约200人，为原边军溃族，纪律相对较严，装备也最齐整，控制着谷内一处小型铁矿。另一头乱葬岗头目外号痨病鬼，真名不明，原是军中医卫，颇通医术，也善用毒。手下约150人，成分复杂，但因其能治病救命，吸纳了不少亡命徒，控制着几处重要的草药采集地。其二，马匪山贼，大小5、6股，多则7、80人，少则20、30人，以劫掠往来商队、落单旅人，甚至互相吞并为生。其中以一阵风刘板子势力少大约有80起，来去如风，最为难缠。其3山民部落与野人，多是早年因战乱或仇杀逼入深山的部族后裔，人数不多，但极其熟悉山林，擅长狩猎陷阱。其中以乌桑族最大，约300余口，居住在独龙潭附近，据说与毒虫瘴气为伴，外人莫近。各势力之间并无同属，互相攻夺吞并是常事。为争夺水源、猎场、矿点，流血冲突几乎每日都在发生。但近2个月来，有迹象表明，至少赵阎王和一阵风刘棒子2部与北狄方面有秘密接触。北狄
我潜入黑石达子附近时，嗅到过北狄特制的烟草气味，也发现过疑似北狄传习用的鹰隼羽毛。在刘邦子的一处隐秘营地外围，发现过北狄志士的剑卒遗落，他们接触的具体内容不明，但北狄人显然已经在尝试拉拢或控制野人谷的部分势力为其所用。若让北狄成功整合野人谷的亡命徒，黑云寨将腹背受敌。还有一事，谷内最大的集市鬼市位于几条主要通道的交汇处，由几股势力共同维持脆弱的平衡，允许交易，但严禁动武。那里是消息集散地，也是观察各势力动向的最佳窗口。看来这鬼市我们得去见识见识了。不仅要看，或许还要买点东西回来。雷暴寒间挑选20名最机警、最能打也最会演戏的弟兄，换上破烂衣服，混入流民队伍。演戏，老子最会装穷了。沈将军、莫先生，寨子防务和内务依旧拜托二位。凌统领放心。燕七，你先行一步，在鬼市安排好接应和退路。是。几个咋换？一带涨了4成，北面来的商队不走了，这条线要断。天狼在那边流出，北面林子近来有陌生奇蹄印。滚开！都滚开！统领，在靠近河边堆放木料的地方，和另外3个人碰了头，看打扮和手势，像是赵阎王那边的人。他们嘀咕了一阵，然后散了，没再跟着韩头领。后生跟了老头子一路不累吗？后生跟了老头子一路不累吗？老人家好眼力，晚辈并无恶意，只是见老人家气度不凡，心中好奇，特来请教。是请教这鬼市的深浅，还是请教赵阎王和一阵风的勾当？亦或是北狄人伸进来的爪子？北狄的爪子伸的确实不短，看来老人家对此地风云了如指掌。了如指掌谈不上，不过是活得久，见得多了些。至于北狄，他们想要的可不只是几袋子粮食，或者几个听命的土匪。他们想要什么？通道，能让他们精兵悄无声息插入帝国腹地的隐秘通道。这黑云山脉就是最好的选择。野人谷是他们需要清理或者控制的前站。老人家告诉我这些，想必不是出于善心，需要我做什么？或者说你想得到？痛快！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我不要你的粮，不要你的兵，我只要你帮我杀3个人。第一个，毒牙贺连征，北狄派来与赵铁头、刘棒子接头的使者，黑狼卫的副统领。此人阴狠狡诈，武功不弱，是北狄经营此地的关键棋子。杀了他，北狄的计划至少乱上一阵。第二个，笑面佛屠胖子，鬼市最大的暗桩头子，表面做杂货买卖，实则贩卖消息、倒卖人口，给各方牵线搭桥。此人本身没什么武力，但耳目极灵，杀他要快要干净，不能让他把消息传出去。第三个，鬼手焦魁，他曾是我的徒弟，现在是痨病鬼手下最得用的用毒高手。我要他的人头，祭奠我死在他手上的家人。杀了他们，对我有何好处？得罪赵阎王、一阵风、痨病鬼，甚至直接招惹北狄黑狼卫，对我黑云寨而言，风险巨大。第一，除掉北狄一臂，延缓他们渗透的步伐，为你的黑云寨争取时间。第二，搅乱野人谷，让这几股势力互相猜疑，甚至火趁，你便可从中取利。第三，杀了他们，我便欠你一个大人情。我在野人谷20年，各种隐秘道路情报和埋藏的好东西，总还是知道一些的。
你觉得如何？我如何信？明晚子时，毒牙贺连真会独自前往鬼市西南5里外落魂坡，与屠胖子进行第2次密谈。信不信，去不去，由你。统领，你没事吧？不是，遇到个有意思的老家伙。你们这边情况如何？老子换点皮子都被人盯了好几眼，好几个地方有暗桩，赵延洛和刘棒子的人不少，还看到独眼狼那伙人进了里面那片石头堆，守卫森严。我这边也被赵阎王的人盯上了，不过被我们的人反盯了，发现他们确实是黑石达子那边的。集市里盐铁价格奇高，且货源似乎被少数人控制。听到有人议论，北面山里有陌生的大队在活动。这是刚才那老者给的。刺杀北狄黑狼卫副突领，还有赵阎王的狗腿子和痨病鬼的用毒高手，那老家伙疯了吗？还是想借刀杀人，把咱们往死路上引？信息真假难辨，若这是陷阱，我们贸然前往落魂岭，很可能被埋伏。但主九说的也有道理，北狄图谋的是通道，是彻底掌控这片山脉。野人谷是他们必须清理或控制的障碍。若让贺连镇成功串联起赵阎王、刘棒子甚至痨病鬼，北狄大军便可悄无声息地穿过野人谷，直逼黑云寨。届时，我们困守孤寨，覆灭只是时间问题。被动防守，只有死路一条。主九给了我们一个主动出击、打乱北狄布局、搅浑野人谷这潭水的机会。统领的意思是干？贺连征必须死，不仅要死，还要死得自然，或者将祸水引向别处。汉奸，你对落魂坡地形可有了解？曾听寨中老猎手提起过，落魂坡在鬼市西南，是一处乱坟岗，地势起伏，多有怪石枯木，夜间灵火飘忽，故得此名。平常少有人去，确实是个秘密接头的好地方。燕七，你立刻前往落魂坡，详细勘察地形，寻找最佳伏击与撤离路线。是。雷暴、汉奸，挑选5名最精锐、最擅长潜伏刺杀的好手，其余人由副手带领。明日一早分批按原路返回黑云寨，向沈将军和莫先生通报情况。明白。刺杀贺连真，关键在于快、准、狠以及嫁祸，设法让赵延茂或者刘梆子背这个黑锅。主九想借我们的刀杀人，我们又何尝不能借贺连真的血来点燃野人谷内部的火药桶？可是统领，那主九他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话到底能信几分？可是统领，那主九他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话到底能信几分？眼下我们目标一致，至于后续，看他能拿出多少诚意。落魂坡，两山夹缝中的荒坡，约100步宽，200步深。古战场遗址，无主尸骸堆积，地势低洼潮湿。每逢黎明前，谷底会起浓雾，能见度不足3丈，是个绝佳的伏击点。坡地中央偏北，一处背风岩洞，洞口1人高，被几块天然巨石扮演。洞前空地散落白骨和废铁物，块石嶙峋，枯木扭曲，利于隐蔽，也利于埋伏。有别人的痕迹。岩洞附近50步内，至少发现3处近期有人活动的痕迹。石缝中有踩踏折断的新鲜枯枝，灌木丛后有人蹲坐压出的凹痕。坡地西北方向密林边缘，发现一处新的隐蔽点，地面有被刻意归位的落叶，但底下泥土松软，至少2人蹲伏过，时间不超过2日。不是主九的人。主九的情报只提到贺连真与屠胖子密谈，没有提第三方。东侧乱石滩灌木密集，是接近岩洞的最佳路径。距洞口约40步，中间有3块大石可做掩护。撤离路线：东南方向有一条干涸溪桥，可快速脱离坡地，汇入下游河滩。西侧有一条陡峭岩脊，可以俯瞰整个落魂坡。我建议在此设一个瞭望位。8人，燕七占西侧岩脊制高点，负责全局监控预警，夜宵3声短提为警。明白。汉奸，带2名猎手，子时前潜入落魂坡，清理岩洞附近50步内所有可能藏人的地点，布置预警机关，同时确认东南方向撤离通道畅通。是。雷暴，带2名刀手，随我主攻，等汉奸信号，在他们密谈深入、警惕松懈时动手。首要目标贺连真，务必一击必杀。屠胖子若在场，同样格杀不留活口。放心，俺的刀早就饥渴难耐了。西北密林那处痕迹不超过2日。汉奸，你在坡地西北方向多设2道预警机关。明白。在西北密林边缘拉2道半线联响铃，有人接近3丈外我们就知道。雷暴动手时
用北狄短刃在岩洞石壁上刻一个刘邦子马匪常用的风字标记，绿松鱼指向赵阎王，风字标记指向刘邦子。两方互相猜疑，这潭水越浑，我们越安全。赫连大人，就是这里了，绝对僻静，保证安全。这落魂坡白天都没人敢来，晚上更是鬼都不上门。啊呸！瞧我这嘴！你确定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地方？大人放心，赵爷和刘爷那边我都安排好了，绝不会有差池。雷暴，目标不变，等他们两败俱伤，但屠胖子改杀为猪，活得比死的值钱。汉奸小组准备切断金鱼退路，不能让他们轻易得手或离开。尹真，缠住他！动手！你们到底是？按计划布置现场，汉江带屠胖子先走，雷暴断后。撤！走！看来事情办成了。贺连征已死，尸体处理了，留在原地，做成了黑吃黑的样子，留了点赵延浪和刘棒子的礼物。赵铁头的绿毛龟，刘半子的风字标记，不错，够他们喝一壶的。北狄的黑狼卫死了副统领，绝不会善罢甘休，总要有人背这个黑锅。第一个目标完成了，第二个呢？屠胖子已经在这里，你准备怎么处置？这种吃里扒外、专害自己人的渣子，留着也是祸害。他知道的太多，问出有用的，然后问话的事交给你。明白。小心点儿，这胖子看着怂，肚子里鬼主意不少，别被他骗了。这胖子嘴硬但骨头软，全撂了。说了什么？北狄在野人谷的安装网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贺连征手下还有一支约20人的黑狼卫精锐小队，以商队护卫名义驻扎在黑石砬子外围。赵阎王知道他们身份，但装聋作哑，因为北狄承诺给他铁器和研木。另外还有一事，贺连征此次密会的真正目的是要屠胖子安排他秘密前往一处叫鬼王洞的地方，据说那里藏着一件北狄可汗急需的东西，事关北狄国运。这胖子的话能信几分？核心信息应该属实，账册可以交叉骗证。第二个目标已在我们手中，第三个目标鬼手焦魁的情报呢？焦魁他现在是痨病鬼最倚重的臂柱，常住在寒潭附近的百草窟，毒虫瘴气遍布，机关干道无数，要杀他难。再难也有办法，关键在于值不值得。你比我想的更冷静，也更贪婪。好，第一，焦魁不死，痨病鬼的毒术和那些害人的玩意儿就会源源不断，将来也可能成为北狄的帮凶。第二，痨病鬼与赵铁头、刘棒子不同，他更看重自己的研究和地盘，与北狄若即若离。若能除掉焦魁，重创痨病鬼，或许能逼他导向中立，甚至为我们所用。第三，百草窟深处据说藏有痨病鬼多年收集的珍稀药方，和一份关于黑云山脉某处前朝秘藏的古图残片。若能得知，其价值不可计量。情报可信度有多高？70%。我早年与痨病鬼打过交道，我只能提供百草窟的大致布局图和焦魁的资料。至于野人谷的其他好处，野人谷有3条隐藏的水源密道，可以绕过大部分势力的眼线，快速往来谷内各区域，甚至通往外界。我知道其中2条的准确路径和开启方法。谷内还有3处废弃的天然岩洞群，稍加修久便可使用，可藏兵储粮。另外，关于赵铁头、刘棒子以及几个较小势力头目的性格弱点和内部矛盾，我也可一一告知。你想要什么？杀焦魁，为我家人报仇。此外，我希望在黑云寨中有一席容身之作，不必显赫，但需安全。在我闭眼之前，我脑袋里装着的还这片山脉关于北狄的密问，或许对你们还有点用。可以，焦魁的人头我们会尽力去取，黑云寨中会有你的位置，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兑现关于野人谷通道和据点的承诺。成交。
落魂坡的方向有意思，看来今晚不止我们这边有客人到访。他娘的，涂胖子那怂皇到现在还没消息，谈个买卖磨磨唧唧。大哥，要不要派兄弟去落魂峰看看？说了要绝对保密。不过让几个机灵的远远盯着点风，别靠太近，有什么动静立刻汇报。不回首啊！就是这里，我先进。图上说，沿河道左侧石壁走，有一处突出的石台可以暂时落脚，再往前约1里，便是尸骨水处聚集的区域。这里的气氛不对，太安静了，连水声都被吸走了。是血藻还是？小心水里！看来觊觎这条暗道的人，不止我们和煮酒。水质微光，尤其为强光和高温，但它们数量太多，覆盖了整个河道，我们无法通过。图上可标有绕过此处的路径。图上只画了河道至此的走向，并未标注攀路。或许我们可以从上面过去。岩壁太滑，无处着力，即使有钩索，顶端石笋脆弱，难以承重。不是攀爬岩壁，你看那里水流冲刷的痕迹，这条暗河的水位并非恒定，雨季或山洪时水位可能暴涨，甚至淹没我们现在所站的石岩。那时水流最湍急、冲击力最强的区域，就是河道中央顶部。水质吸附需要相对平缓的水流和附着物，如果我们能借助工具以最快速度荡过去，或许能避开大部分水质。只要速度够快，他们来不及反应。需要足够长的坚韧绳索，两端有可靠的固定点。前方水质区尽头，约50步外，有一处石壁向内凹陷，似乎有突出的岩石可以固定。石台旁边那块巨大的钟乳石根部，或许可以。绳索我们有，问题是如何将绳索一端送到对面固定。燕琪，你身上有用来吹电的细空心尾管吗？越长越好。有。你要做什么？做一个浮标传送器，让绳子自己飘过去。暗河水流虽然平缓，但方向明确，直通前方。水质区的水流相对表层滞实，但底层和中层仍有流动。火油浸透的皮坎罩能短暂浮于水面，蜡烛提供一点浮力和微弱热量。水质失血畏光怕热，这点热量或许能让他们犹豫片刻。尾管中空可以让我通过受精细线，在浮标漂浮时进行微弱的远端控制和引导，避免它过早被卷入漩涡或撞上岩石。控制力有限，主要还得靠水流和运气。准备了。走。啊！固定，我先过。百草窟，名不虚传。焦魁会在哪里？老病鬼常去最深处的千毒洞，长好制毒与核心配方。焦魁投靠他必受重用，可能在靠近千毒洞的配药室或他自己的毒虫来。煮酒说，焦魁左耳缺了半片，喜穿暗紫色短发，特征明显。知道了，催命鬼，这药火候不到，焦力差3分，急什么？
有人来了，走！封锁所有出口，有外人混进来了，重点查水道。不上不下，那就走水路。煮酒说过，这潭底有暗流，与地下河相通，但危险未知，敢不敢赌一把？总比留在这里被做成药蚁强。这里应该是煮酒提到的连接百草枯阴河与野人谷南部雅泉的地下通道之一。他给的水道图有一条支线标注经过灵光洞，看来就是此处。口令，起火！灵统管，燕头领，你们可回来了？莫先生和雷爷他们都快急死了。回来就好。事情可还顺利？进去再说。焦魁已死，这就是从他身上搜到的半张皮质地图，纹理古老，符号古怪，工艺不像张朝之物。还有一本读经册子，记录了各种配方和解法。这印记似乎与古籍中记载的某个失落王室的徽记有相似之处，但残缺太甚，或许需要找到其他残片，或者更了解前朝密室的人才能解读。煮酒，他或许知道些什么，但未必会如实相告。焦魁这本册子倒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用处，里面除了毒方，可能还记录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交易和秘密。汉奸，审讯屠胖子有何进展？那屠胖子是个软骨头，用了些手段就招了。他确实是北狄黑狼卫发展的暗桩，主要负责在鬼市搜集情报、物色可用之人，并利用货站为中转，为北狄输送一些违禁物资。他供出了另外2个不太重要的暗桩，以及一批尚未运走的物资藏匿点。至于更核心的北狄渗透计划，他级别不够，所知有限。但他提到一点，贺连征近期频繁接触赵阎王和一阵风，似乎是在筹划一次针对黑云寨或者通往黑云寨后方某个隘口的联合行动。具体时间地点他不清楚。果然，贺连真一死，这个计划至少暂时被打乱。当我们嫁祸给赵阎王和一阵风，他们之间必生夺羽。莫先生，依你看，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利用这个局面？莫先生，依你看，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利用这个局面？贺连征死，北狄必怒，但野人谷势力混杂，北狄新败之余，未必会立刻大举兴兵，更可能催促或施压赵刘2人有所动作，以表忠心，并试探我方虚实。我方当务之急，一是巩固寨防，消化琅琊堡所得粮草，加紧练兵；二是继续离间野人谷，可派精细人手，在鬼市及双方势力交界处散布更详细的证据，比如目击赵王爷手下与禁渔疑似接触，或一阵风私下抱怨赵王爷想独吞北狄赏赐等等。其三，既已与煮酒达成初步合作，且他主动提及禁渔与北狄新动静，不妨再见他一面，摸清其底细，看看能否借力，甚至利用禁渔与北狄的矛盾。雷暴，你伤未愈，但练兵不可懈怠，尤其新编入的溃兵，需尽快融入我起火营法度。韩坚，你负责寨防协同沈校尉，同时继续深挖屠胖子情报，物资藏匿点尽快派人起出。燕七，休息半日，然后带你的人盯紧野人谷方向，尤其是赵刘2部的动向，若有变动，即刻来报。至于煮酒，他想要庇护，也带来了情报，但他身上谜团太多，尤其是与禁渔可能的关系。今晚好好休息，明日我亲自去千竹林见他，看看这位神秘老者手里到底还有什么牌，又想从我这里换取什么。林总鬼安然归来，可喜可贺。百草库一行想必收获不小。焦魁的人头，还有他身上的东西。焦魁已死，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或许有你感兴趣的内容。鬼手焦魁当年叛出师门，毒杀我满门17口，只为盗取这张残图和几味稀世毒草配方。苟活这些年，终于到头了。你做的干净有2件事：第一，贺连征死后，北狄的副统领血狼巫术已经秘密抵达野人谷边缘，他并不相信赵阎王和一阵风，目前正亲自督促他们继续原计划，而且他似乎在暗中接触禁渔。接触禁渔？他们不是敌人吗？在落魂坡，禁渔也在刺杀贺连真。是敌人，但也有可能因为利益暂时合作，或者
相互利用试探。禁渔的目标很明确，是天赋大硕，诛杀所有他们认定的乱臣贼子和敌卢。北狄是他们天然的敌人，但大硕朝廷更是他们首要的复仇对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对付共同的且更为迫切的事，短暂的目光一致并非不可能。物主此人胆大妄为，或许想行险招，借禁云之力搅乱后方，或探听某些秘密。第二件事呢？这是老夫根据近日观察绘制的北狄在黑石喇子附近新增的暗哨和物资囤积点示意图。赵阎王为了表忠心，已将黑石喇子部分要害区域对北狄开放。另外，据可靠消息，最多5日将有一支从北狄王庭来的小型使团，携带一批重礼，经由野人谷隐秘路线前往与赵阎王一阵风最终敲定合作。这支使团护卫不会太多，但必有高手。若能截杀，条件：灵统领快人快语，老夫只求黑云寨的庇护，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了此残生。此外，焦魁身上的半张图，可否让老夫一观？老夫保证只看不取，或许能为你提供一些解读线索。可以让你看，但只能在这里，由我手持，你解读，并且你需要告诉我你师门的渊源，以及这张图可能指向什么。老夫师门玄机谷，前朝时曾为皇室御用丹师与堪舆师一脉，知晓不少宫廷秘事。山河巨变后，门人星散，传承断绝。那张残图，据师门故老相传，并非单纯的藏宝图，而是关联着前朝龙兴之地的一处隐脉和一座可能埋藏着旧朝重要典籍。果然是西山灵脉入口图的一部分，可惜这只是指向灵脉外围乾隆剑的路径残片。没有核心的陵寝定位与机关总书部分，形同鸡肋。除非找到其他残片，否则价值有限。不过，图上这个模糊的印记以及这几处山水标注的笔法，与老夫记忆中另一份可能流落的方向隐约违和。若灵统领信得过，此事可容老夫日后慢慢探查。好，庇护之事我可以应允，但黑云寨有黑云寨的规矩，入寨之后你需遵守。寨内安全我可保你。但你的行动，尤其是与外界的联系，需经墨尘报备。理应如此，多谢灵统领收留。那么，关于北狄使团截杀地点、具体时间、护卫力量，你可能提供更详细的线索。使团具体路线是兀卓亲自安排，极为隐秘，老夫也只能探听到大致时间和方向。他们很可能绕开鬼市，从黑石喇子西北侧的老熊沟秘密穿行，时间在4到5日后，护卫人数预计在50人以内。但必是黑狼卫精锐，且可能有随行萨马或高手。禁渔方面，近期可有异动？剑鱼行踪比北狄更诡谲，但落魂坡之事后，他们在野人谷的活动似乎也频繁了些。老夫怀疑他们可能也在打这支北狄使团的主意，或者目标同样是赵阎王或一阵风。灵统领若欲行动，需谨防他们。情报已悉，你准备一下，稍后我会派人接你入寨。入寨后，墨尘会与你详谈。信他几分？5分真，5分需验证。他提供的情报细节丰富，不像凭空捏造，可立刻派人合成。但关于残图和他的目的，恐怕仍有保留。不过，他既寻求庇护，短期内利益与我们一致，可用，但不可不防。那北狄使团，干！这是打断北狄插手野人谷脊梁的好机会。回去召集墨尘、雷暴、韩景、沈泉，详细谋划。这场乱局，我们不仅要自保，还要趁机把水搅得更浑，捞取最大的好处。老熊沟。此地是连接黑石喇子西北与北狄方向的一条险道，两侧山崖陡峭，林木茂密，利于埋伏，也利于逃脱。但正因为险，此处布置的常规岗哨反而不会太密集。北狄选择此处，是想避人耳目，快速通过。50黑狼卫精锐，加上可能的萨马或高手，即便伏击，我们也要付出不小代价。寨中可战之兵，经历琅琊堡折损，虽有新收拢的溃兵补充，但真正能用于这种作战的，恐怕不足100人，需精中选精。怕个鸟！咱们起火营本来就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打的就是精锐，挑最能打的80个，带上劲弩毒弹，埋伏好了，未必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关键是速度要快，打了就跑，不能让黑石喇子或一阵风的援兵堵住。雷大哥所言不错，但需考虑周全。第一，伏击地点需精心选择，最好能利用地形分割敌人。第二，撤退路线必须提前规划并安排接应。第三，行动必须绝对隐秘，参与人员不仅需勇猛，更要嘴严，令行禁止。第四，需考虑禁渔或其他意外因素搅局的可能，应有应变方案。还有那批重礼，若能夺取，对我寨物资匮乏或有缓解，但搬运需时间，也可能成为拖累，需权衡。此战要打，目的有3：一、斩断北狄伸向野人谷最直接的主角，震慑赵刘；二、夺取物资，补充我寨；三、若有机会抓1-2个活口，探听北狄后续计划与禁渔情报。伏击点就设在这里，乱石线。此地两侧崖高林密，
溪流在此变整团集，乱石阻碍通行，车队或马队至此必减速。延期，你带斥候队最迟明晚出发，潜入老熊沟，详细侦查乱石因地形、水无可能的敌哨，并预先设定至少3条撤离路线，沿途留下隐秘标记，重点观察有无其他人马活动的痕迹。雷暴、韩先，你们从起火营老兵、黑云寨猎手、沈校尉麾下溃兵中共同挑选8人，要求悍勇善战、弓弩娴熟、山地行动敏捷，绝对服从。沈校尉协助筛选，并提供正规军阵配合建议。莫先生，你总揽后方：1. 与煮酒深谈，尽可能榨取关于北敌使团兀歌以及禁渔的更多细节； 2. 统筹寨防； 3. 准备接应事宜。领命。此次行动代号断爪，4日后子夜，伏击队伍必须秘密到达预设阵地，行动务必迅猛，彻底隐秘。我们要让北敌知道，这野人谷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也要让赵王王一阵风看清楚，跟着北敌代价有多大。头儿，左前方崖顶第3棵歪脖子松树下有新痕迹，不是野兽，是人踩踏的痕迹。萨马善用特制药粉扰乱心神，还有怪异音律，需提前以棉絮塞耳，被停神醒脑药物。组织严密，成员对前朝近乎狂热的忠诚，行动时不顾自身安危。林统领，伏击点已确认，无异常变动，但有2处情况。第一，乱石涧上游约半里处发现疑似禁渔活动的新痕迹，很轻微，对方很谨慎，无法判断人数和意图。第二，1个时辰前，沟口方向传来轻微马蹄声，约10余起，像是在探路，可能已进入沟内某处潜伏或扎营。计划不变，但需调整。延期，带你的人盯死上游禁渔可能藏身的区域，若有异动，不必请示，以想见为号示警，并尽力迟滞他们靠近乱石际。雷暴，你带30人，埋伏于乱石涧下游出口附近那片树林。若那10余骑是探马或接应人马，放他们过去，但堵死他们回援的道路。若其从后方出现，务必拦住。是。必须铁阵保护马车。塞尔，闭气！杀！禁渔！先杀萨马！上游禁渔约15人，已被我等截住5人，剩余10人冲破阻盖下来了。他们目标明确，就是中间马车。布置他们！罗车！黑云寨，我大香策，雷暴断后，交给老子！快，医者，热水，上药。统领辛苦了，战况如何？进去再说。清点伤亡，妥善安置。雷暴断后，尚未归来，派一队好手沿撤离路线接应，已经安排了。我方阵亡19人，重伤11人，轻伤不计，毙伤北敌约30人，禁渔死士约10人全灭，但被其抢走2个小箱。雷暴阻截赵阎王手下，具体伤亡未知，应能全身而退。禁渔，他们目标如此明确，甚至不惜与北敌和我们同时开战。那2只小箱所乘之物，恐怕非同小可。煮酒对此可有说法？他未提及此节，或许他也不知，或许有所隐瞒。待雷暴归来，确认后方无追兵后，立刻开箱。我倒要看看，北敌如此重视，禁渔拼命抢夺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兀术未死，北狄必不会善罢甘休。经此一错，他们可能有2种反应：一是调集更多兵力，强行扫到野人谷，打通通道；二是改变策略，加紧威逼利诱赵阎王一阵风等势力，让他们打头阵。无论哪种，我们都将面临更大压力。让开，让开！老子回来了！他娘的，赵阎王那些软蛋没拦住老子！别提了，赵铁头派了20几个怂包想摸进来，被老子一顿好砍，丢下7、8具尸体跑了。放心，尾巴干净，没人跟来。兀术和萨满应该还活着。此战虽重创其使团，但未竟全功，尤其是被禁余抢走部分物品，后患无穷。禁余那帮杂所，神出鬼没的，到底想干啥？砸开！砸开！这是禹贡山川书注、兵册集要残卷、百工秘录选篇，这都是前朝宫廷珍藏，甚至可能早已失传的典籍。尤其这兵册集要，传闻收录了前朝名将的用兵心得与阵法图谱。莫先生，这些由你亲自保管、整理、解读，看能否从中找到对我寨当前有益的内容。北狄的反扑随时可能到来，是时候再和我们的客人煮酒，好好谈一谈了。关于禁语，关于前朝，关于他到底还知道多少没告诉我们的事。凌统领凯旋而归，可喜可贺。只是看统领神色，此行怕是不只有喜。老熊沟一战，禁余的人出现了，他们拼死抢走了马车上的2个小箱子。朱老先生，对此你作何解释？只是没想遇到他们会动手抢夺，还偏偏在那个时候。料到，你之前只说他们可能关注，却没说他们会直接出手，目标还如此明确。那2只小箱里到底是什么？若老夫所料不差，那2只小箱中，一只应装着北狄此次试图收买赵铁头、刘梆子等人的具体契约信物以及部分定金，另一只可能装着钥匙。钥匙？什么钥匙？开启西山隐脉真正门户的线索，或者信物的一部分。北狄狼主也泄心勃勃，不仅觊觎大朔疆土，对前朝遗留的某些传闻中的秘藏也垂涎已久。他们搜罗残图，探寻线索。此次派使团深入野人谷，与赵刘勾结是明线，暗中或许也在继续搜罗与前朝有关的物品。那铜盒需要特定方法或信物开启，钥匙可能不止一件，禁余抢走的或许是其中之一。你对禁余似乎比之前说的要了解得多。他们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何对前朝之物如此执着？你又如何料到他们的行动？凌统领、莫先生，事到如今，老夫也不瞒你们了。老夫本名周如旧，曾是前朝末代钦天监的一名低阶官员，专司古籍整理与星象记录，山河倾覆，宫闱喋血。老夫侥幸逃脱，带着部分师门传承与对前朝的记忆，隐姓埋名。老夫早年曾与剑鱼有过接触，他们多是前朝一暴政怀有深仇大恨之人。他们以光复旧物、涤荡乾坤为口号，行事极端、隐秘而疯狂。他们对前朝的一切遗物有着近乎偏执的收集欲。北狄使团携带前朝典籍和疑似钥匙的消息，若被他们得知，他们必然会出手。所以你是故意引我去老熊沟，料定禁欲会出现，想借我之手打击北狄。所以你是故意引我去老熊沟，料定禁欲会出现，想借我之手打击北狄，同时也可能让禁余与北狄两败俱伤，甚至让我与禁余对上。不错，老夫确有私心。北狄是外寇，禁余虽与老夫同源前朝，但其行事理念老夫不敢苟同。他们的一些作为也早已偏离了初衷，变得不择手段。老夫与焦魁有血海深仇，与北狄有国族之恨，与禁余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怨。凌统领你是老夫所见，在这乱世中既有能力，心中又尚存一丝底线与气节之人。引你入局是无奈，也是希望。希望有人能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建立起一番不同于北狄暴虐，也不同于大朔腐朽，更不同于见于偏激的基业。铜盒中若真有关键之物，或许能让你掌握一些筹码，但北狄、见于乃至可能察觉的大朔朝廷都不会放过你，所以你必须更快地强大起来，整合野人谷，甚至更远。凌统领，你背负血仇，却能约束部众，在黑云寨立规矩、行仁政，可见你并非一味杀戮之辈。你缺的是根基，是名分，是更强大的力量与知识。那些前朝遗珍便是契机。你告诉我这些，想得到什么？老夫已是风烛残年，所求不多，一安稳度日，看着这世道或许能有一线转机。二，凌统领若真能打开铜盒，其中之物能希望老夫一观，那或许关乎师门最终的一点念想。三，老夫有一孙女，名唤周清芷，当年失散时年仅6岁，
如今算来也该有28之龄。老夫这些年暗中探查，得知他可能被剑鱼中人所收养或控制。若灵童品将来有机会，望能留意，救他脱离苦海，此乃老夫毕生最大挂念。你的话我暂且记下。竹简和同和之事，莫先生会主导。你既精通古籍，可协助莫先生解读竹简。至于你的孙女，若有线索，我会留意。多谢林从领。统领，信他几成？关于身份和孙女之事，会有7、8分真，但其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算计，他与禁鱼的联系到底多深，犹未可知。不过，他提供的关于前朝和禁鱼的信息，对我们极为重要。此人可用，但需置于可控之地。尤其接触竹简时，你需全程在侧。沈校尉今日在见到箱中财物典籍后，神情似乎有些异样。哦，如何异样？倒非不满或贪婪，更像是一种复杂的感慨与决断。他或许在重新评估我等的实力与潜力。报，林统领，莫先生，寨外10里发现小股北敌游骑踪迹，约10余起，徘徊不去，似在侦查。另外，鬼市传来风声，赵延漏正在大肆收购粮草兵器，一阵风的人马也有异动。传令，全寨戒备，等级提到最高，哨探外放20里。雷暴，韩江、沈琼，立刻来议事堂。得令。北敌游骑只是前哨，试探虚实。真正麻烦的是赵铁头和一阵风。赵阎王占据黑石塔子，地势险要，手下多是边军贵族，有一定战力，且囤积了些粮草。一阵风是马匪，来去如风，劫掠为生，正面攻坚非其所长，但骚扰断粮道、袭扰侧翼极为拿手。若此2人真被北敌说动，联合来犯，加上北敌可能派出的精锐混杂其中，我寨压力极大。怕他个鸟！琅琊堡老熊沟，咱们都闯过来了。赵铁头那点家底，一阵风那帮流贼，还能比北敌黑狼卫难啃？不可轻敌，我寨心经苦战，兵力折损，伤员众多，需时间恢复。且寨墙虽经加固，但并非雄关，若被长期围困，或遭内外夹击，情况堪忧。关键在于北敌能给予赵刘多大支持，以及他们何时动手。我料北敌新败，巫术需要时间重整。赵阎王收购粮草兵器，一是备战，2也可能是向北敌表忠心。我们还有一点缓冲时间。缓冲时间用来做什么？加固寨防自然要做，但被动防守非长久之计。我们需主动破局。统领之意是？第一，离间。赵阎王与一阵风本就因赫连真之死互相猜忌，此次联合必各有算盘。可派人散布谣言，例如赵阎王想借北敌之力吞并一阵风，或一阵风私下与北敌接触，索要更多好处，却不想出力等等。同时，将老兄沟我们击杀部分赵阎王手下劫得北敌重礼的消息，巧妙地传递给一阵风，加深其疑虑。第二，燕七，带你的人从今夜开始，不断袭扰赵阎王和一阵风的前哨、运粮队、落单人马，不求权奸，只求杀伤、破坏、制造恐慌。第三，蓄力。莫先生，加快整理竹简，若有涉及城防、器械、练兵之法，立刻挑选合用者试行。沈校尉，新兵操练与溃兵整合需加速。雷暴、韩坚，你们负责寨内防务整合与物资调配。那北敌游骑，放他们靠近些，然后用弩箭解决，倒地身影处理干净，做出失踪的假象，让兀者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和反应。说，他们的人有向黑云寨方向延伸的迹象，不是痨病鬼的人，也不是赵延茂或一阵风的，手法干净利落，痕迹处理的几乎完美，但太过完美了，不像是野人谷常见的实力。加派双倍暗哨，覆盖所有可能接近寨子的路径，尤其是后山险僻之处。通知墨尘、竹简和同和的存放地点，增加守卫，轮班值夜。另外，设法抓个舌头，不管是哪一方的人，只要试图靠近我寨侦查，尽可能抓活的。我要知道，除了明面上的敌人，还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滴血！他娘的，来得真快！赵铁头这是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一阵风这滑溜的泥鳅也舍得下血本。看来北敌给的许诺会压力极大，他们只是想一鼓作气，趁我寨新伤未为，直接碾平我们。墙上的听着，我乃黑石拉子赵铁头，尔等外来匪类，盘踞黑云寨，劫杀官兵，扰乱野人谷，罪不容诛。今日我两家联军到此，识相的打开寨门，跪地祈降，或可饶尔等不死。若负隅顽抗，
待我打破寨墙，定叫尔等鸡犬不留！放你的狗臭屁！赵铁头，你个投靠北狄鞑子的孬种，也配称官军？有本事你就来攻，看爷爷不把你的铁头砸进枪子里！擂鼓，各就各位。弓箭手自由射射，压制敌军攻守。弩兵瞄准扛驴蹄的和撞车，预备放！滚木60。凌统领，东面第3段寨墙云梯搭上来了，快要守不住！沈全，沈全，在，带你的人增援东3段，把云梯给我烧了！得令。是老秉魁的人，不像，是禁于。机会，凌统领，是否出寨逆袭，与那支袭击赵延了后方的队伍前后夹击，可重创赵铁头？雷暴、韩坚坚守寨墙，防备一阵风和其他变故。沈全点齐100赶战之士，随我出寨门。得令。燕七，带你的人留意掩护，盯紧那支援军和一阵风的动静。开寨门！捆结实了，堵住嘴，先关进地窖，等统领回来审讯。收兵回寨。回寨！阵亡37人，重伤52，轻伤过百，箭矢耗尽80%，滚木劣势金资几乎用光，寨墙多处受损，需要紧急修补。赵延王经此一败，短期内应无力再组织大规模进攻。一阵风流辫子损失不大，需警惕其卷土重来。关键是那支援军，他们攻击赵延旺，看似帮我们，并其真实目的绝非助我。燕齐在寨内擒杀了一批试图潜入者，证实就是禁于的人。他们想趁乱入寨，目的何在？潜入者23人，击杀19，生负4，皆死因暂未开口。从其装备和行动看，因为精锐死士，其目标很可能是存放竹简和铜盒之处，或寨中要害人物。审讯之事交给韩坚，想办法撬开他们的嘴。禁于的目的不止于此，他们既要制造混乱，更要夺取竹简铜盒，二则是想趁我方主力被牵制，潜入寨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东西。看来老雄沟没抢到的东西，他们一直惦记着。凌统领，周老先生说他有要事，必须立刻见您和莫先生。关于今日袭击寨子的人。凌统领，莫先生，今日袭击赵延老后方又试图潜入寨中的，确是禁于无疑。而且老夫观其行动手法，很可能不是普通外围人员，而是禁字部或影部的精锐。老夫苟活至今，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求凌统领查明芷儿下落，救他脱离苦海。好，送朱老先生下去吧。今日虽胜，却是惨胜。莫先生，加快竹简整理。韩坚、沈全，整编队伍，修复寨防，派出哨探。燕七，你的人负责内部警戒与反渗道，尤其是夜间。野人谷这场乱局，我们已深陷其中。北狄是狼，禁于是蛇，赵王爷一阵风是猎狗。要想活下去，站稳脚跟，就不能只被动应付。我们需要更主动地掌控局面。断魂岭位于野人谷西北边缘，接近北狄实际控制区。山势险恶，多毒瘴猛兽，人迹罕至，
倒是藏身的好地方。2个影子部执事，目标明确，遗物和煮酒。看来禁于对前朝遗物的重视超乎想象，对煮酒也并非简单的道不同，更像是要控制或清除。老悬钩他们抢走的钥匙或许并不完整，或者他们需要煮酒的知识来解读或使用。他们既然知道煮酒在我寨，又刺杀失败，定不会罢休。断环岭离我寨不算近，但以禁于的行事风格，很可能再次尝试潜入或袭击。我们需主动出击，拔掉这颗钉子，至少也要打掉他们的气焰，摸清更多底细。断魂岭地形你了解多少？3年前为追忆叛徒，曾接近那片区域，岭内多迷谷毒藻，当地山民称为鬼见愁。禁于选此地，易守年功，也便于撤退。向导煮酒或许知道些什么，他对禁于和野人谷的了解比我们深，他急于告知我们袭击者身份，有借我们之力对付禁于，寻找孙女的心思。可再与他谈谈，他可能愿意同去。让他同去，此人来路不明，且禁于目标包括他，带他去变数太大。正因如此，才要带他去。其一，他对金鱼和断红岭的了解能增加胜算；其二，可观察他与金鱼接触时的真实反应，判断其立场；其三，若他孙女真在金鱼手中，此行或有机会。此次行动贵精不贵多，目标侦查断魂岭金鱼据点，尽可能获取情报，若有机会擒杀执事，破坏据点。燕七岭斥候与刺杀组，沈校尉，你挑选20名最精悍的士卒，由你统领负责接应，我亲自带队。此行事关重大，禁于诡秘，我必须亲去才能随机应变。寨中有莫先生统筹，韩坚、雷暴守御，我放心。沈校尉，可愿同行？末将领命，庇护统领周全。只是老夫年迈体衰，恐成累赘。但岭中路径几处险地与那旧要灵位置，老夫依稀记得。无妨，你指路即可。断魂岭曾设有一处隐秘要图的所在，后来荒废了，没想到竟被禁于占据。灵统领要亲自前往，老夫愿为向导。你可知禁于为何非要找到你？除了前朝遗物，是否还与你孙女有关？芷儿，他们定是以芷儿为质，或骗他加入，想利用老夫所知为他们开启前朝秘藏。老夫苟活至今，唯一牵挂便是芷儿。灵统领，若此行能见到芷儿，或探知他的消息，万望。我会留意。老韩，你说统领他们能成吗？统领非常人，禁于虽贵，但以统领之能、燕妻之力、沈校尉之稳，未必不能揪住。你我守好家门，便是对他们最大的助力。向左，避开那片看似平坦的洼地，下面是腐泥潭。前方的3块品字形巨石从右侧绕过，后面是断崖。旧药房内部结构你可还记得？药炉依山而建，分前堂、药房、单室、后厢。后厢有密道通往山腹一处小龙宫，极为隐蔽，当年用作储藏珍稀药材和避祸。密道出口在何处？在药盘后山一块形似蜗牛的巨石下方，被藤蔓遮盖，但多年过去，不知是否还能通行。沈泉，带你的人跟我上，留5人守支撑点。沈泉，你带10人堵住前门和主要窗口，制造动静，吸引注意力。燕七，带你的人和我从侧面破窗突入正堂，擒贼擒王。后山密道口务必守住。3息之后动手。3、2、1。走！追！别让他们进密道！怎么回事？退后些，这香气可能有毒。外面的兄弟应该有发现异常了。周老先生现在何处？在临时支撑点，有沈校尉的人看守，派人速去，请周老先生来此。就说可能需要他辨认一种独孤毒蛇阵。胖子，稳住！踩中了帝王藤，移动触发机关，毒箭齐发，我们都得死！这是蓝银鬼菇和七彩环蛇。蓝银鬼菇喜阴毒之地，其发自香气能吸引并刺激毒蛇，令其更具攻击性，久闻易使人致幻。
七彩环蛇巨毒无比，行动迅捷，这布置很辣。可有破解之法？鬼谷怕强光与燥热，环蛇为雄黄硫磺之气，若有足够多的火把强光照射，辅以雄黄粉驱散，或可暂时开辟一条通路。他们采中的似是蚕丝扣，一种古老的机窟，连接着弩箭或毒刺，强行挣脱或移动必触发。燕七，准备火把、雄黄粉。周老先生，我护你过去，你只管解机关，毒蛇交给我和燕七。是连环蚕丝扣，被同一条坚韧的透明丝线缠住，线连接着两侧10米内的机构，需同时剪断蚕丝。听我数，3、2、1，断！周老先生，这次多亏你是。林统领，此地不宜久留，鬼谷香气弥漫久了，即便有雄黄火把，也难免受影响。且禁于据点被袭，难保没有其他后手或援兵。沈校尉，昨夜我们离寨，寨中可还有异动消息传来？接到的最新消息是，昨日午后，莫先生派人来说，寨防加固顺利，伤员得到安置，暂无外敌靠近。赵岩楼新败，一阵风滑头，北敌反应需要时间，寨子应该暂无大碍。林统领，前方山谷出口附近发现新鲜马蹄印和车辙，数量不少，方向朝着黑云寨东南方，也就是一阵风老窝的大致方位。还有零星的脚印，像是溃兵，也朝着那个方向去了。一阵风在收拢溃兵和物资。他此刻收拢溃兵，要么是想趁机壮大自己，要么是得到了北敌的某种指示，准备独自做点什么。不论是哪种，对我们都不是好消息。需要派人盯着吗？我们人手紧张，先回寨，当务之急是审讯俘虏，消化情报，恢复寨防。统领辛苦了，此行看来大有收获。进去再说。这两人是影子部执事，所知必然甚多，需立刻分开审讯，防止串供。地窖环境已整治过，可分别关押。审讯之事，我可与沈校尉一同负责。末将愿尽绵力。韩监主审，沈校尉协助，务必撬开他们的嘴。重点禁于总部位置高层人员真正目的与北敌具体关系，在野人古籍周边还有哪些势力，以及关于前朝秘藏，他们知道多少？特别是钥匙和老熊沟被抢箱子的情况。那周老先生此次有功，先请去休息，让医者看看。待审讯有些名目，或许还需向他求证一些事情。燕七，缴获的文件信物由你和莫先生共同整理分析，尤其是与北敌通信部分，看能否找出蛛丝马迹。雷暴，加强寨防巡逻，尤其是东南方向，提防一阵风异动。所有士卒轮班休息，但战备不可松懈。统领，你们离寨期间，寨内倒还安稳，只是有一事颇为蹊跷。统领，你们离寨期间，寨内倒还安稳，只是有一事颇为蹊跷。何事？昨日傍晚，寨子西侧山林中，我们一处隐蔽的暗哨发现有人窥探，并非赵延旺或一阵风的人，也非北敌装扮。对方极为警觉，暗哨刚发现就被其察觉，迅速遁走，未能擒获或看清样貌。但从其身手和消失方向看，有些像之前试图潜入的鲫鱼风格，但又似乎略有不同。难道鲫鱼在断魂岭之外还有其他人马？加强暗哨，尤其是西面和北面。看来我们对鲫鱼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希望韩坚他们能从那两个执事嘴里掏出些真东西。断魂岭的毒阵机关很精妙，蓝影鬼瓜、七彩环蛇、蚕丝扣，这些布置非精通毒理机关之人不能为。是你设计的，还是你们组织中另有高人？周如贵，你认识他对吧？前朝钦天监官员玄机谷传人。你们燕于如此费尽心思要找到他，不仅仅是为了前朝遗物吧？他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此人内心有极大破绽，与周如慧渊源匪浅，需从长计议。或许让周如慧来见他一面，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韩兄是想攻心？硬骨头得用巧劲儿。不过此事需禀明林统领定夺，先晾他们一阵。周如慧，他今日状态如何？医者看过了，只是劳累虚脱，已服了汤药休息，并无大碍。只是他回来后似乎心事重重，多次向守卫打听那两个俘虏，尤其是那个6指的。待周老先生来见我，有些话是该当面问清楚。林统领，那两个人可曾开口？上尉，周老先生似乎格外关心那位6指执事，你们认识？他很可能是老夫的师弟。当年玄机谷遭劫，门人四散，老夫有一师弟姓陆，名惊贤，天生左手6指，与机关器械一道天赋极高，心性却有些偏激执拗。
老夫当年携部分传承与芷儿逃出，与他失散，没想到竟入了剑鱼。他可知你身份？禁于寻你是否与他有关？老夫隐姓埋名多年，他未必能认出。但禁于寻我定是为玄机谷传承与对前朝秘藏的解读之能。若真是他，以他的性格和对机关的痴迷，或许也会想找到我。你的孙女芷儿当年失散，是否也可能与他有关？不会的。景贤他虽然偏激，但当年对芷儿甚是疼爱。难道静儿真是被他带走？周老先生，若让你去见陆青青一面，你可愿意？老夫愿意。若能问出芷儿下落，弄清真相，老夫纵然身死也无憾了。好，那我们就来演一场戏，一场让陆惊贤开口的戏。师兄，果然是你！30年，整整30年了。我原以为玄机谷只剩我一人苟延残喘。你认错人了，这里没有什么陆惊贤，只有燕羽影字部执事鬼手。鬼手？是啊，鬼手焦魁也曾自称鬼手用毒害人，而你，我的好师弟，你用机关用谋算做的难道不是同样的事？你知道什么？玄机谷覆灭，师门传承断绝，是谁之过？是这该死的世道，是昏聩的朝廷，是趁火打劫的蛮夷。我加入禁余，是为了光复前朝，重整山河，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这有什么错？你们所谓的大业，沾染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与那些你们痛恨的权贵、蛮夷又有何本质区别？景贤，你醒醒吧！当年的你虽痴迷机关，偶有偏激，但心中尚有是非善恶。还记得师父教导我们器械之用，当以济世安民为先。你看看现在的你成了什么样子！住口！你不配提师父。若非你当年固执己见，不肯交出完整的西山龙脉图和机关总数密钥，师门何至于被那些贼子盯上，遭此大难？师父和众位师兄弟又怎会惨死？是你害了玄机谷！告诉我，芷儿是不是在你手里？她现在在哪里？是生是死？芷儿，她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接受着最正确的教导。她会继承玄机谷真正的传承，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这比你带着他东躲潜藏、庸碌一生要好得多。你果然带走了他！你把他也变成了你们剑鱼的傀儡。陆惊贤，她是你的师侄女，是你看着长大的，你怎么忍心？正是因为我看着她长大，我才不能让她像你一样，抱着那些无用的固执和虚妄的仁慈，在这乱世中沉沦。剑鱼给他新生，给他力量，给他崇高的目标，他会成为我们最锋利的剑，抵挡这污浊的世间。这难道不比跟着你朝不保夕、苟且偷生强万倍？你疯了，你彻底疯了！陆执事，你说禁余给了周清芷新生力量和目标，那么他现在何处？在禁余总部，还是在某处训练之地？他可知晓他的祖父尚在人间，并且日夜牵挂着他？你是谁？凭什么过问禁余之事？黑云寨，凌云，也是即将决定你以及你口中禁余大业在野人谷命运的人。告诉我周清志的下落，以及禁余总部的所在，高层人员真正目的与北狄勾结的细节。否则，你和你那位同僚将永远留在这地窖之中，而禁余在野人谷的活动也将被连根拔起。你们的大业，恐怕等不到周青石成为利剑的那一天。芷儿不在总部，芷儿不在总部，她在北地寒月城外的静心庵，那里是燕余的一处外围据点，也是培养年轻骨干的地方之一。静心庵谁负责？守卫如何？周清如现在是什么身份？庵主是苦竹师太，也是影字部的一位前辈，擅长药物与精神引导。守卫不算森严，但位置隐秘，外人难以接近。芷儿她现在是静心庵的入室弟子，
天赋颇佳，颇受师太看重。静心庵具体在何处？寒崖城哪个方向？芷儿，他可记得自己身世？他过得可好？师兄，芷儿被带走时年幼，记忆本就模糊。静心庵有手段让人专注当下，忘却烦忧。他未必还记得你。至于过得好不好，至少衣食无忧，学习技艺比跟着你颠沛流离强。禁于总部高层，总部极其隐秘，位于西南10万大山深处，具体位置只有尊使级以上才知晓。高层有尊主一人，神秘莫测，无人知其真面目。下设风林、火山4部，以及我们影字部和专司刺杀的禁字部，各部有部长、执事。与我接头联络的，通常是风部或林部的人，与北狄是何关系？是利用与防治。尊主认为北狄是大硕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在特定时刻可以借力。我们会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或利用北狄制造混乱，但绝不会真正合作。北狄狼子野心，同样是我等光复路上的障碍。老熊沟那次是意外，我们目标是马车上的东西，并非与北狄联手。野人谷除了断魂岭，还有哪些据点？西侧山林窥探我寨的可是你们的人，断魂岭是临时据点，野人谷其他据点我不清楚。影字部各执事任务独立，西侧窥探不是我手下，可能是禁字部的人，他们行事更隐秘，任务也与我们不同。或者是山部的人，山部负责外围警戒与据点安全，有时也会执行特殊侦察任务。最后一个问题，老熊沟你们抢走的那2个小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箱子装的是北狄与赵阎王一阵风的部分契约和信物，以及一些财货，另一个是半块玄机玉，据说是开启前朝某处秘藏内层机关的关键部件之一。我们得到的指令是不惜代价夺取此物，但玉药似乎需要与其他部件组合，具体用法我不清楚。通合之事我略有耳闻，但不知其详。那似乎是更核心的机密，由尊主或少数最高层直接掌握。带他下去，单独关押，给予饮食，暂不用刑，看管严密些。不是断魂岭那种临时据点，更像是一个长期使用的隐蔽哨所或前哨站，守卫很专业。洞内情况不明，人数不详，要摸进去看看吗？风险太大，我们人少，对方警惕性高，强攻或潜入都可能打草惊蛇。记住这里的位置和特征，我们需要更多信息，比如对方的活动规律、补给来源。回去，黑曜，你们留下，按计划监视此处，记录一切。其他人跟我追，尽量跟上，查明幽魂小组的去向和意图，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头儿，还追吗？3条黑影不是直坠谷底，而是利用藤蔓或绳索荡到了对面，或者谷壁上有通道。追，但要加倍小心，这里可能是禁余的地盘。黑云寨近期防御加强，尤其西侧，陆指示失守被擒，断鹏岭暴露，尊主很不悦。山鬼大人令我等在此接应禁字部的幽魂小组，并重新评估黑云寨防御，寻找新的突破口。那件东西必须拿到手。幽魂小组已经出发去实地勘察了，幽魂组最擅长前行渗透，应该能带回最新情报。只是黑云寨那个叫凌云的统领，还有凌云手下那个神出鬼没的燕七，不太好对付。陆池氏就是栽在凌云和燕七手里。撤，原路返回。西北崖壁发现暗哨，3人一组轮值，是禁余的幽魂小组。影四是情报网，山鬼是行动指挥，幽魂小组是特种渗透。这个对手的组织架构比想象中更严密。燕七，你判断幽魂小组所谓的那件东西是什么？不确定，但能让幽魂小组不惜暴露前哨站也要拿到的东西，绝非寻常。可能是某种信物、情报，或者我们寨子里某个人。祸水东引，让北狄和一阵风先斗，这说明对方短期内不想正面强攻黑云寨，而是在寻找弱点，制造混乱，为某种更深层的毒谋铺路。幽魂小组的潜入方向是西南侧，那边恰好是百草窟所在的方向。百草窟，那个痨病鬼。燕七，幽魂小组的人知道你的样子吗？应该不知道。从现在起，你的行踪必须更加隐秘，除非必要，不要在寨中公开露面。
幽魂小组既然已经出发，必定会再来。我们不急于打草惊蛇，引幽魂小组深入，然后一网打尽。西侧木栅栏区域加强暗哨，减少明哨，让幽魂小组觉得有机可乘。至于那个峡谷溶洞据点，暂时不动。峡谷据点能让我们掌握对手的一举一动。明白？我让灰雀和黑庙继续监视，2日一报。还有一件事，那个峡谷据点里的人提到，幽魂小组的行动涉及后山采药境，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寨中有人泄露了消息，还是对方自行发现的。如果是内鬼，燕七，你此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对方不知道黑云寨已经发现了幽魂小组的前哨站，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不能浪费。接下来我们要做2件事：第一，布置陷阱，等幽魂小组入瓮；第二，我要亲自去一趟百草窟。百草窟那里是痨病鬼的地盘，情况不明，你亲自去太危险了。正因为危险，所以才要亲自去。百草窟的痨病鬼是目前唯一可能了解禁域内部情况的外部势力。那3条黑影从西北向西南移动，幽魂小组的目标绝不只是侦察黑云寨，百草窟才是关键。如果对方先一步接触痨病鬼，我们就彻底被动了。我去百草窟期间，寨中由寒间主事，你从旁协助。西侧陷阱的布置，按你侦察到的地形来，你是最熟悉那片区域的人。那我随你一起去百草窟。好，沈泉那边让沈泉继续盯着一阵风的动向。禁域想祸水东引，我们就将计就计，让一阵风以为北狄要来，同时让北狄知道一阵风蠢蠢欲动。北狄和一阵风两方一旦起了摩擦，黑云寨的压力就小了。林统领，久仰，没想到杀了焦魁，闯了我百草窟的人，今日竟会邀我在此见面。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焦魁之事各有立场，今日邀约是为黑云寨与百草洞之间寻求一个不至于两败俱伤的可能。哦，林统领觉得我百草洞会怕与你黑云寨两败俱伤？非是惧怕，而是不值得。如今野人谷北狄虎视眈眈，禁于暗中搅局，赵延漏恨我入骨，一阵风与北狄勾连。百草窟虽险，能独立于外多久？一旦谷中局势巨变，战火蔓延，亦难保清静。与其被卷入漩涡，不如早谋退路，或择强而盟。林统领倒是会说话。择强而盟，林统领，你确定如今这野人谷里，你黑云寨算得上强？北狄蛮夷，视我等如草芥，利用而已，岂会真心以待？赵延往前车之鉴未远，禁于行事诡秘偏激，所求之物恐怕也包括百草沟中某些独到秘传或珍稀毒物。与禁于和北狄合作，无异与虎谋皮。而我黑云寨所求不过是站稳脚跟，庇护一方。与百草控并无根本冲突，若得阁下之助，互为犄角，共抗外敌，野人谷中方能多一分安宁。至于酬劳，此乃从焦魁遗留毒经中辨识出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的几味毒草：名古花、抚心藤干品，以及根据其配方改良，可缓解池谷水中毒性引发的伤口溃烂之药。此物或对阁下有用。我黑云寨愿以粮食、盐铁等紧缺物资，或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援作为交换。林统领倒是做了些功课，不过仅凭这些还不够。阁下有何条件，但讲无妨。第一，黑云寨不得再主动侵犯百草窟及其周边区域，我的人也不会无故招惹你们。第二，若北狄或禁于对百草宫不利，黑云寨需在能力范围内予以援手。同样，若有人大规模进犯黑云寨，且波及我百草宫利益，我也会考虑出手相助。第三，焦魁的毒经，我要一份抄本。前2条可立约为证，但焦魁毒经可抄录副本与阁下，但其中涉及某极端害人之法，恕我需做部分删减，只保留毒理辨识与部分解方。可以，不过我也要提醒林统领，野人谷这潭水比你看到的还要深，禁于那些人行事不择手段，且对前朝之物有股疯魔般的执着。你寨中那点东西迟早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北狄的兀遮和那个萨满乌洛兰也不是一语之辈。一阵风刘邦子收了北狄的好处，最近在大量囤积火油和箭矢，你想必已经知道。多谢阁下提醒。阁下可知刘棒子和北狄具体计划如何？目标是我黑云寨，还是另有所图？具体计划我不清楚。刘鞭子滑得很，与北狄接触也很隐秘。
不过我的人前几日在鬼市边缘劫到过一个试图往水里下毒的家伙，逼问之下，毒者自称是奉了山爷的命令，要在黑云寨下游水源做点手脚。山爷或许是赵阎王，也可能是鉴于山部的人，你们的水源最好查一查。此恩凌云铭记。协议既已达成，细节可让手下人商定。凌统领，你好自为之。这野人谷吃人的可不只是明面上的刀剑。此人可信几分？5分交易，3分观望，2分自保。逃变鬼透露水源的消息，既是示好，也是展示价值。短期内，只要我们不侵犯逃变鬼的利益，且能提供逃变鬼需要的东西，逃变鬼应该会保持中立，甚至有限合作。但此人深谙独到，心性难测，不可不防。那水源之事，立刻回寨，张开墙，通知墨尘、韩信，全面检查寨内所有水源，尤其是活水入口处，加派双岗看守，并预备应急净水和储水方案。种种迹象表明，攻击就在这1、2日内。我们的策略是：第一，寒间、雷暴、后山小径是预设战场，务必让潜入者有来无回。若能擒获幽魂小组成员，价值极大。第二，沈泉，你负责正面寨墙防御，特别是东南方向。一阵风多是马匪，缺乏攻坚经验，但其火箭和可能的亡命冲锋不可效果。利用好我们的弩箭和防御工事，挫其锐气。第三，莫先生统筹寨内，确保水源安全。第四，燕七，你的人分成3部分，一部分继续监控，传递及时情报；一部分潜伏在寨外，袭扰敌军后勤或猎杀其赤宿；最后一部分作为最后的暗手，由你亲自掌握，随时应对突发状况或执行特殊任务。来吧，让我看看这野人谷到底能乱到什么地步。火箭，必箭！弩手，放！稳住！瞄准推云梯和盾车的！滚木，进去！有奸细！燕七在，带你的暗手清除水源间隙，确保水源，然后支援压力最大的东南寨墙，后山和基塞角交给韩坚和沈斌的机动队。是。起火营，死战不退！死战不退！起火营，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撞车！他们在撞门！雷暴，老子在！带你还能动的人收集火油罐，从墙头给我砸那辆撞车，烧了它！瞧好吧！堵住缺口！吹号，集中所有弩手，覆盖射击缺口内侧，无差别。弩手延伸射击，覆盖北敌骑兵本阵后方，阻断其援兵和指挥。
落，交替掩护，撤下来。清理战场，救治伤员，扑灭余火，严密戒备，防止敌军去而复返。请莫先生统计伤亡损失，安排善后。韩坚、雷暴整备防务，修补寨墙。沈校尉辛苦先去治伤。派2个人远远跟着，看他们退回何处，不必接触。另外，准备一份厚礼，明日我亲自去百草窟道谢。是。头儿，去找莫先生。这批剑至少有40支，分布在6个剑袋里，不是零星缴获，是整批配发的。天字库，京城武库天字库，专供边军精锐。北敌骑兵不可能有这种东西，除非有人从天字库里整批调出来，送到北敌手上。兵部王崇。